地主千金因父母定下娃娃亲，被迫嫁给家道中落的穷书生。穷书生第一次考试就落榜，连个童生都没考上，心态崩溃，为此迁怒于妻女。从此醉酒后便对妻女拳脚相向。1年后再次落榜，返乡路上意外掉入河里。书生母亲为了救他，耗费了不少钱请大夫买药，家中更加穷了。而千金却悄然谋划着给大佬喂药，殊不知此刻的书生已是穿越而来的后世。好家伙，单身30年，穿越过来给我发了一个妻子，又喜当爹，且喜且忧，且喜且忧啊！饭菜就要好了，再等等。哦，那我去摆碗。午饭很简单，一锅稀粥，一小碗梅干菜，几个红薯。虾仁看那梅干菜还挺香的，给自己装了一碗粥，就着梅干菜吃饭。娘出门有半天了，我过去寻她，让她别买药了，我身体好了。气氛有些尴尬，虾仁扛着一个书箱，默默地出了门。这是他在书房里搜出来的话本游记，这些书有的是家里几代积攒下来的，有的是原主不务正业买的，但现在虾仁要做个败家子。母亲去姐姐家借钱，大半天没回来，也不知道怎么样。想来借钱是难的，还是在母亲回来前先把这些书卖了。哟，虾少爷来了，丹丘生的话本出了新的了，今日刚到货呢，给您留着了。不好意思，掌柜的，我今日是来卖书的。您看看我这箱书能卖多少钱？哟，虾少爷，你这书保存的虽好，但也并不是什么古籍孤本，恕我直言，不值钱。那徐掌柜能给多少钱？不瞒你说，我最近病了一场，囊中羞涩，家中都快断炊了。平日挺清高的书生，对买卖的事向来看不起，今日是这儿转性了。不过读书人可不能得罪，万一高中了呢？莫欺少年穷啊！嘿嘿，乡里乡亲的，这一箱书我给你5两银子吧，你这是旧的，已经不少了。掌柜的，我看你这里也有不少旧书，这旧书没有新书好卖吧？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不如拿这些旧书来出租，或者收入还好点。租书怎么个租法？虾仁随即讲了交押金、日租、月租的方法，讲得头头是道的。徐掌柜也听进去了，觉得这个主意属实不错。看不出来，虾公子对做买卖也有心得。嘿嘿，嚯，这样吧，这些书我给你8两，就当报答虾少爷给我出主意了。那就多谢掌柜的了。还有一个事想请教徐掌柜，我听说城里的丹丘生是专门写话本的，润笔很可观，我也想试一试，不知可以去哪里投稿？丹丘生是个老童生，科举无望后专门写才子佳人的话本，名气还挺大的。虾仁觉得自己在后世看过那么多电视剧、小说的，写话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嘿，虾公子，我这里的话本都是城里松林书局进的货，那是王老相公家的买卖，你可以去试试。多谢掌柜的告知，我买一些纸用来写话本，到时候还请徐掌柜给我一些意见。您见多识广，话本好不好总是知道的。嘿嘿，虾少爷既然如此看得起我，好说好说。买纸只用了不到1两银子，剩下的银子还有一大包，在怀里鼓鼓囊囊的。考虑到还要去接母亲，虾仁把书箱寄放在了书店，出了门给女儿买了几块糖，又给娘子买了一朵绒花。去姐夫家也得给外甥买几个果子，总不好空手上门，这点人情往来虾仁还是懂的。这是什么女婿，什么女儿？记忆中的母亲苏氏，年轻时是一个温婉体面的秀才娘子，待虾仁父亲去世后，变成了一个泼辣精明的中年妇人。奈何一个寡妇要保住家宅，拉扯大儿女，继续供儿子上私塾，还要给儿子娶到媳妇，不精明强硬怎么行？虾儿，你怎么出门了？身子骨都还没好呢。娘，我已经好了，来接你回家。是霞儿来了吗？我就说你没什么事，是你娘太操心了。不是姐夫说你也是成家的人了，该晓得些事了，成天在家游手好闲，什么正事都不做，不是白白让你娘和姐姐担心吗？对，姐夫说的是。不是姐夫不肯借钱，实在家里也难，上有老下有小的，你大外甥也到了启蒙的年纪，总要进私塾读2年试试。你呢，也老大不小了，考试也考了几科，要我说考不上也就算了，就是考上秀才也没什么用，得考上举人才行。但这举人老爷都是天上的星宿，也不是人人能考上的。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命，依我说你也正好识得几个字，我去给你找找账房掌柜之类的，也是体面的活计。哼，不劳姑爷操心。再说我就是借钱也没借到你高家的，我女儿当初嫁过来也带了10两银子的嫁妆，如今只当没生这个女儿罢了。
娘啊，是我没用啊。苏轼看女儿这窝囊样，8分气变成了10分气，拉着虾仁就往外走。虾仁忙放下果子，顾不上安慰姐姐，跟着母亲匆匆离开。娘儿现在好了，不必买药吃了。买了这些纸是准备写话本的，家里就要有进项了，娘不必操心。我儿果然长进了，知道操心家务了。写话本算读书人的雅事，但也不能耽误读书的功夫。你姐夫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，他一辈子榨油的，能有什么见识？是娘放心。可气的是你姐姐，那姑爷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她一句话也不敢说，一点主也不敢做。当初她嫁到镇上来，还指望她拉扯娘家，可这么些年来，她帮衬过咱家什么？就这次你病成这样，问她借些买药钱都拿不出。苏轼本就重男轻女，江玉在亲娘手下没少受气，便养成了自卑怯懦的性子，又怎么指望她去到婆家就变得精明能干呢？总归都是钱惹的祸，有钱了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；没钱了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哎，就这一点，从古至今始终没变过。送你，娘子啊，哦，这是给女儿的。哦，这写的第1本小说要先声夺人，可不能犯忌讳啊！哎，还是写才子佳人小话本不容易犯忌讳，特别是丹丘生那种带点颜色的，卖的还好。嘿嘿，算了，还是写修仙小说吧。第2天早餐依旧是简单的番薯粥，番薯多米少，要仔细捞才见米粒。另外就是一碟子咸菜。吃过早餐，熊楚楚就要去绣房，看了虾仁一眼。娘，你看着圆圆。知道了，早去早回，路上当心一些。是。还剩几个钱，既然你不吃药了，我就去张屠户那里买点肉回来，给我儿补一补。可怜的，都瘦了。每次熊楚楚去绣房都要半天时间，手里有余钱的时候，苏轼就买些肉回来，自己也舍不得吃，只给儿子吃。等熊楚楚回来，更是连油沫子都没有。哎，真是造孽，怎么就沦落到肉都吃不起的田地了呢？爹爹昨天带回来的糖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就是娘说一天只能吃1个。吃多了容易蛀牙，就是牙齿要被虫子吃掉。不过你要是喜欢吃，爹下次再给你买。也给娘吃，肉也给娘吃。好好，圆圆吃，娘也吃。嘿嘿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娘，一家人总不好吃2样饭的。我难道不想对他好？可家里就这样。再说他又没生儿子。如今这世道，女人难为，没生出儿子来，在婆家就站不住脚跟，也没有地位。娘，楚楚都饿得皮包骨了，哪里还有血气孕育孩子？你想，她进门第2年就生了圆圆，这么多年都没开怀，难道不是饿的？总得给她吃好一点，才能给您生出大胖孙子来。唉，罢了。我知道娘心疼我，我也心疼娘。娘要保重身体，将来还有大福气呢。嘿嘿。好，好，我儿有志气，娘只等着你孝敬了。到了下午，熊楚楚终于带着500文钱回来，苏轼清点了一下，才收进柜子里。怎么只接到这点活计？就这些了。唉，镇上活计本来就少，能接多少算多少吧。熊楚楚没说话，慢悠悠地走进厨房，掀开锅盖，只见锅里有几个红薯，罕见的竟然还有一碗肉粥。江源悄悄溜进厨房，凑在母亲耳边，将中午爹爹和奶奶的话学了一遍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落水一次竟然变好了。唉，早知道该早些想办法把它摁进水里。吃过了午饭，一家人又忙碌了起来。婆媳2个忙着做绣活，小圆圆就在旁边帮忙递针线，虾仁呢就在门口写小说。1日时间匆匆而过，又到了夜晚。虾仁看到睁着眼坐在床沿的娘子，就更加手足无措了。都说长得帅的人才有青春，而我只有青春痘，殊不知原来缘分等在这里。嘿嘿。那个话说，禽兽是怎么做的呢？睡吧，病才刚好呢。哦，等爹回来给你买好吃的。熊楚楚看着虾仁离开的背影，微不可察地叹了口气，看了一眼那即将过期的老鼠药。嚯，虾少爷这故事倒是新奇，依我看来是可以的。我和松林书局的管事有几分交情，到时候给你写封信带过去。
那就承您老大恩了。您若不嫌我的字丑，您那抄书的活我也接了。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抄书总比女人做针线活容易。约定了抄的书目和教书时间，虾仁才告辞离开。出了门，虾仁用那卖书换来的钱买了一点瘦肉，便匆匆往回走。乖女儿，今晚有肉吃了。娘子去做饭吧，我买了肉回来。姐姐这是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，怎么哭成这样？虾儿，姐姐心里苦啊。到底什么事呢？镇上有个卖豆腐的小寡妇，年轻貌美，人送豆腐西施的绰号。她家的豆腐特别嫩，虽然价钱比较贵，买的人却很多。你姐夫这些时日天天买豆腐回来，我还当他知道心疼孩子了。谁知这2天他连续2晚不在家，我问他去哪里，他只说去买豆腐了。我不过说他2句，他就当着孩子的面大耳刮子打我，我再没脸活下去了。谁见过大半夜买豆腐的，连撒谎都那么不走心？姐夫实在不像话。姐姐别怕，明天我就拿着刀去找他算账。你那婆婆，我看她也是明理的人，这回怎么说？她只说我没用，管不住丈夫，我怎么管呢？都说在家从妇，出嫁从夫。哼，狗屁！这都是男人编出来哄女人的鬼话。这夫妻之间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我往常怎么说你，自己先要立起来，管住家里的银钱。你好歹是个识字的，不比那一家睁眼瞎强。只要你管住钱，他还怎么闹得起来？霞儿，你去厨房看看，催着快些做饭。我还以为那么晚了，你不会回来了呢。娘子怕什么呢？我又不去买豆腐。孩子在呢，胡说八道。有了肉吃，一家人饱饱的吃了一顿饭，各自梳洗了。江玉今晚跟母亲睡，母女俩要说些私房话。娘子想什么呢？想大姐的事儿。身为女子，百年苦乐由他人，我们的小圆圆将来也要这样吗？婚姻乃结两性之好，结亲不是结仇。像这样混账的男人还是少数的。将来我们擦亮眼睛，选个好女婿。若是实在瞎了眼，宁愿把女儿接回来，也不让人作践。熊楚楚呵呵笑了一声，显然还是不能释怀之前的种种。虾仁想了想，磨磨蹭蹭的又拿出1两银子来。睡吧。呵呵，这就是女人。哟，高大老爷，好大的威风，这是打上门来了。三娃昨晚一直哭了一夜，娘照看的老寒腿都发作了。你怎么做娘，怎么做人媳妇的？他爹呀，你这是怎么相的女婿呀？这哪是结亲，这是结仇啊！他这是要把我们都打杀了，好去吃外头的豆腐呢。爹呀，你女婿要打杀我，你女儿没有活路了。母女俩故意提高了嗓音，很快左邻右舍都被江家的吵闹声吸引了过来，都在门外探头探脑的。嘿，诸位乡邻评评理，我这姐夫天天晚上不回家，说是去买豆腐，回家还打我阿姐，我姐打他打不过，躲回娘家来，他还追上门来打，就连在我娘面前也这样凶神恶煞的。大家见过这样的女婿吗？没见过，简直是世风日下，女婿也是绊子，这样喊打喊杀的欺负岳母，就是告到官府去也是大不孝，该打板子。你打呀，你先打死我好了，也省得我一把年纪了老来丧女。江家人胡说八道，大家别信他。我就是见那妇人可怜，过去帮忙推磨，这还是个读书人呢。这样烂舌头凭空污人清白，活该一辈子考不中秀才。你说谁考不上？你再说一遍，我打不死你这个小畜生。高奎被打了几下，就想推开苏轼，谁知还没怎么用力，苏轼就一把摔在地上，躺着哭嚎起来。爹，拿着。你敢动我娘或者姐姐一下，我要你血溅3尺！现在马上滚出我家的门，我姐不会跟你回去了。你有本事一辈子住在娘家，看你这没出息的兄弟能不能养你一辈子。围观的人群渐渐散了，虾仁也是松了口气，回过身却见熊楚楚站在房门前静静地看着他，双眼亮晶晶的，脸上带着醉人的笑意。此时此刻，虾仁把方才发生的一切都忘光了，眼里心里只有这个女人。你刚刚那个样子才像个男人呢。嘿，什么样子？又说胡话，孩子还在呢。好了，别胡闹，去看看娘和大姐，看有什么说的。我儿长大了，能够保护娘和姐姐了，娘心里真高兴。不过下回可不要轻易动刀了，万一让人抢了刀，反而伤着自己。
我也是一时气愤，其实这也不是动刀能解决的事。既然都闹成这样了，姐姐在那个家也过不下去了，不如和离吧。强扭的瓜不甜，姐姐一辈子还长着呢。胡说，谁家没有几样为难的事呢？这事理亏的是他高家，将来若是发生什么事，也怪不到我们头上来。只要让那混账知道，我们江家也不是好欺负的。这是娘来处理，我儿只要好好读书，等明年一口气考中举人，到时候你姐夫得舔着脸来求饶。我说让阿姐跟高奎和离，娘和姐姐怎么都不答应呢？你是男人，哪里想得到呢？一来孩子是夫家的人，和离以后就再也难见着了，还要担心孩子被继母搓磨；二来和离回了娘家，就要端兄弟的碗，父母在时还好些，父母不在了，岂不是要看兄嫂的脸色？三来世人看不起和离的女子，受些风言风语还罢了，还得连累子女，甚至娘家侄子侄女。有些体面的大户人家，结亲都要讲究3代无犯法之男，无再嫁之女。若是和离是那么容易的事，我早就离了。从前的你，又比那高奎好得到哪里去呢？啊，那可怎么办才好呢？你放心，你娘厉害着呢。果然，第二天一大早，苏轼就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匆匆离开了家。请教一下娘子，您知道娘要去做什么？你忘了，你那老舅是个总甲，虽只是个小吏，却管着缉捕之事，手下一群衙役，谁不怕他？你那女婿家出事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快说说。昨天半夜，那豆腐西施的先夫陆家把住在镇上的柳亮子和高奎做了个斟酌，可怜高奎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蒙着脸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顿，很快都晕了过去。呵呵，我说咱家祖坟怎么绿油油的？过来一捉，还真他妈有这么个事。下了一春的雨，谁家坟头不是绿油油的？都说出家有亲，在家有神。我愿意嫁人也好，就是给人做妾做外事，也碍不着你们。那豆腐西施本是她丈夫从阜成人伢子那里买来做媳妇的，也没娘家可依，才来到那镇上买豆腐维持生计。那柳亮子虽算个可怜人，只是不该和你家女婿牵扯，那回好了，连累的女婿挨了一顿打。你那亲家接儿子回去后，铺天骂地的要去告官嘞。劳您来告知，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呢。就是这么回事，我早说了，你们不用担心，且等着吧，高家就要来人接你姐姐了。看娘这副胸有成竹的模样，不用想，这肯定是娘的手笔了。刚吃了午饭，高家就来人了，是高奎的堂嫂。家里出了事，乱糟糟的，老人气倒了，孩子也没人照看，因此我婶子让我过来，好歹把弟媳妇接回去。既是你男人出了事，你就回去帮着些吧，不看在男人份上，也看你公婆和孩子份上。亲家母就是厚道和气，果然是读书人家。虾仁还想要送姐姐回去，以免高家人把气出在姐姐身上，却被母亲拦住了。你放心，他们此时且顾不上你姐姐呢。娘打那高奎一顿固然解气，可过后怕是这日子还是要一样过呢。我儿能想到这里，是大有长进了，你且等着看就是。啊，哦。江玉回去没过几天，又回来了，脸色有些疲倦，精神却很好。你们是没看到那高奎身上脸上青的青，紫的紫，没有一块好肉。当初他怎么打我来着？真是现世报了。我婆婆让我回来和娘说一下，求苏家老舅帮忙去找陆家算账。呵呵，你只管答应着，敷衍过去就是了。我那婆婆天天在家哭，骂这个咒那个的，还去那豆腐西施那里砸了一番，闹得房主都不肯租房子给她住了。她还哭着要来找高奎，公婆正恨着她呢，哪能让她进这个门？只怕是没了豆腐西施，将来也难免会有馄饨西施、包子西施，再也不会有了。大夫说她那啥被打坏了，不能有子嗣了。我婆婆听了都哭晕了过去。啊，不是我想的那样吧？这件事你们知道就好了，不许往外说，这是高家的把柄，好好握住了，以后你姐姐在高家就谁也不怕了。高家两老都知情，在儿媳妇面前就理亏气短，就是高奎自己，从此在媳妇面前都短了气，哪还敢动手打老婆？娘真的好厉害，原来娘才是这个家最大的 boss。这件事还出乎了我的预料，要是我来办，顶多一包老鼠药同归于尽罢了。没想到娘一出手，却是这么干净利落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！山下的女人是老虎，我这温柔的娘子好像和老娘一样可怕啊！次日，虾仁完成了抄书的活，出去镇上交货。苏轼看着虾仁出门了，就把小圆圆打发去后头菜园子捉虫子。熊楚楚低头做着针线活，也不吭声。虾儿给了几两银子，我们又攒了些，买几尺新布，给圆圆做件新衣吧。娘，我把她去年的衣服补一补，还能穿，就不做新的了吧。我们家就她一个小孩子，没钱做没办法，有点钱了还是不能亏着孩子。你知道我是最喜欢小孩子的。
我们婆媳之间，我有话就直说了。咱们家只有圆圆一个，扫墓都只有虾儿一个人去，没个后人。在村里也常被人说嘴，那隔壁老七比虾儿也大不了几岁，一群孩子齐齐整整的。不是娘催你，圆圆将来是要嫁人的。我两腿一蹬，眼睛一闭就完事了。你老了怎么办呢？也需要一个儿子傍身的。果然，还是说生儿子的事。小竹村的风俗，扫墓只有男人去，祭祖也只有男人才能进祠堂，就连年初十喝灯酒，也只有男丁能去。夫妻之间就那么点事，钱没有了，感情也没有了。你看你姐姐和姐夫，哎，那是造孽，到这步田地谁也不想的。可他好歹有一女两子了，不怕了。孩子的事是最要紧的，只有一个圆圆，将来有什么事都没个娘家兄弟为他做主。你看这回你大姐的事，要不是有我们在，能那么快收拾那个混账女婿？苏轼虽然苛刻，但过去虾人醉酒打孩子的时候，他也是帮忙拦着的。想到这些年来的处境，又想到那柳娘子因没儿子被族人赶出门，再想想虾人近来似乎变好了许多。熊楚楚微微点了点头。可是娘，孩子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。虾人白天虽口花花，可夜间的时候却又老实的紧。总不能我主动些吧？这算什么？你等着。不多久，苏轼出去了一趟，带回来了一包神秘的药。嘿嘿，这是芝麻糖，我们圆圆吃了，头发长得黑黑的。娘子，我买了五花肉，天热了放不久，你都做了吧？我们今晚吃红烧肉。哦。日里听到有肉吃，都挺高兴的。熊楚楚此刻却心不在焉的哦了一声，母亲苏轼也一脸复杂的表情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没事。随即婆媳俩都去厨房做菜了，只留下虾人一个在原地摸不着头脑。晚餐之后，熊楚楚端出一碗黑乎乎的药，走到虾人面前。大郎，吃药了。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我又没生病。虾儿有病得治。娘，我没病。今天你喝也得喝，不喝也得喝。相公，你就喝了吧，我们不会害你的。这都是补药，看你这些日子读书辛苦，头发都掉了，我特意给你抓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娘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相公，药不苦的，你就喝了吧，别辜负娘的一番好意。两相加工，虾人终于捏着鼻子将药喝了下去。苦是不太苦，不过没多久他就发现不对劲了。古人说的对，山下的女人是老虎。4月底的天气已经渐渐热了起来，这一夜虾人觉得尤其热。夜色渐深，皎洁的月光倾泻下，照亮了整个院子，皎皎如白昼。院子里的石榴树叶子在晚风中轻轻摇摆，月亮忽而出来，又躲藏到厚厚的云层中，给天地间蒙上一层轻纱。苏轼仔细听了听房间内的动静，也满意的笑了起来。娘子可真是心急，竟用这样的方式，哎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谁心急了？都是娘担心你。是，娘子说的对，是我心急了。你最近该好了些，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吧？从前是我糊涂，现在是浪子回头了，一定会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，你就放心吧。我最近在写小说，徐掌柜说写得不错，等出书了，我们家就有钱了。你可别小看写小说，像丹丘生那种的，润笔可高了。你最近就在忙这个事，你不考科举了？考当然要考，我也不仅写小说，我还背书抄书，考童生试是要通背4书5经的，我先把经义背熟背透，你放心，我都有打算的。你有什么要忌讳的？迟点就是端午了，你怕雄黄吗？啊，娘子你的想象力真丰富，娘子这是怀疑我了。不过自己和原主的差别那么大，也没有刻意伪装，被怀疑也正常，还是解释一下吧，省得他胡思乱想。你都想些什么呢？我怕什么雄黄？我又不是蛇妖。书上说庄生梦蝶，蝶梦庄生，我就是虾人。有一日忽然做了一个梦，似乎是到了另一个世界，过了一生，醒来之后便幡然醒悟了。即使过了一生，你在那个世界有妻子了吗？没有，可怜我英年早逝来着。怎么死的？有人害了你？工作太累，猝死了。想想自己做程序员的那些年，也是不堪回首，发际线都后移了。不过做个一心科举的古代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这都是命啊，谁叫他没传承皇子王爷富二代呢？虾郎以后不要熬夜读书了，我们考得上最好，考不上就算了，一家人勤勤恳恳的，总不至于饿死。不过是梦罢了，不必在意。不过你为什么会猜疑的？娘都没说什么。儿子浪子回头，当娘的高兴着呢，又怎会猜疑？你那回落水高烧，兽医们都说怕是不行了。如今不管怎么样，人到底还在，娘也不容易。你既是虾人，只是做了一场梦，如今幡然醒悟了，以后可得好好孝顺他。你看我对娘对姐姐哪里做的不好？我才奇怪，按理来说娘对你也不算好，你怎么还为她说话？历来做媳妇的可不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娘心地不坏的。娘子真善良，我的事你也别怕，我不是妖怪，我是真虾人。
我不怕，哪怕你是狐仙精怪，我也不怕。经过第3集这一晚，熊楚楚和苏轼的婆媳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期。午饭时，苏轼主动往熊楚楚碗里加了一个煎蛋，期盼的目光往儿媳妇小腹扫去，似乎儿媳妇一夜之间就能为他生一个大胖孙子。家里一片和谐，虾仁也完成了小说第1卷，迫不及待地将书稿交给徐掌柜帮忙过目。踩，虾公子真是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这样的修仙世界，修炼功法从何处想来？莫非真是仙人扶而顶，寿而以长生？嘿嘿，掌柜的过奖了，只是不知道这小说可犯了什么忌讳没有？我看没什么大问题，你这是第1卷吧？准备写多长？这是第1卷，大约10万字，打算写3卷。这样，你先将这1卷送到松林书局去，这书一定能好卖。要有了新的稿子，可得给我先睹为快，真是看得令人畅快淋漓，欲罢不能啊！承您贵言，届时再请您指点。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这读书人花钱容易，挣钱也容易。畅销书的作者，1000字通常在2000文以上。我是新人，就算1000字，只有1000文，10万字就有10万文了，那就是100两了，能买7、80亩良田了。嘿嘿。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愿景，虾仁便安排起了去府城的事。此时他还没想到，这部修仙小说会为他带来什么样的意外。到了县城，记得去找你老舅租一辆可靠的马车，宁可多费些钱，这不是小事，不要怕麻烦人。我晓得，娘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苏轼的娘家在县城，有2个兄弟，大舅苏长忠是个屠户，而老舅苏长义则是个造吏，管缉捕之事，手下还有一班兄弟。原主对这2个舅舅是不愿来往的。自认读书人，与莽汉不是一路人，每次都要跟他讲一番大道理，什么努力上进、孝顺母亲，令他既烦躁又不屑。而现在的虾仁深知，像苏家这种地头蛇，能量是巨大的。外甥来了，真是稀客。我明日要去一趟府城，想着中秋节要到了，正好把节礼给大舅送来。你母亲叫你来的，去府城做什么？虾仁随即把徐掌柜推荐他去府城松林书局投稿的事说了一遍。这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，我这外甥是转性了。哦，读书人的事我不懂，不过想来能出书必是好事。但是去府城呢，要雇辆马车，请个可靠的车夫。舅舅说的是，我娘也是这么说的。我稍后再去一趟小舅舅家，想来他对这些事是最熟悉的。你找你小舅舅就对了，市面上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。今日出发，路上恐怕错过秀头，不如在我家住一晚，明日一早再出门。正是要叨扰舅舅。自家人说什么见外的话，你不嫌舅舅家血腥气重就好了。那都是外甥从前年幼不懂事说的胡话，舅舅可原谅我吧。我还能和你这个小孩子计较？去吧，趁中午，你小舅家也不远，你从我家肉铺里提一块肉过去，不用买什么果子，白费银子。谢谢舅舅。不久，虾仁就来到小舅苏长义家。苏长义听到自己外甥有出书的想法，也是越想越欣慰，忍不住热泪盈眶，当即就把租马车的事儿给办了。第2天一早，虾仁就来到了松林书局，才刚走到巷口，就能隐隐听到里面的说话声，似乎很热闹。这位公子也是来投稿的，倒是从未见过。先生说的是，小子是来投稿的，是丰水县致远书斋徐掌柜介绍来的。原来是王管事的熟人，公子稍等。虾公子，请随我来。嘿，这娃娃年纪不大，派头倒是不小。那是王家大房的3公子啊。那王家大老爷可是外省巡抚，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，他家的公子怎么会出家做道士？哦，原来是王家公子，真是好相貌。老徐的信我看过了，他的眼光我是相信的，不过我也要先看看你的稿子，才能做决定。对，这是应该的。管事是王家族人，身上也有秀才功名，因科举之途无望，索性就帮族长家里打理事务，倒是把松林书局打造成了远近闻名的大书局。虾仁站在一旁，望着管事面无表情的神色，心中不禁七上八下。夏公子，恕我直言，你的文笔只是寻常。先生说的是，但我以为小说最重要的是故事情节。你这故事倒是别出心裁，只是太新的东西未必能被人接受。再者，你的小说篇幅也不算短，定价会比较高，买的人恐怕更少。你何不从受人欢迎的小话本写起？通书还有一事，你还在这里？三郎认识这位夏公子？哦，有过一面之缘。世子殿下命我寻些神仙异事，通书若见到好的，就让人告知我。正巧呢，这位夏公子送来的书稿就是神仙话本，虽然文笔朴实无华，
但故事很是新奇，讲的是修仙界的事，你看看可合适？哦，这么巧，那我看看。这个故事你是从何处听来？修仙界倒是第一次听说。见笑了，都是我自己瞎编的。这么说来，你倒是很会编故事，好的很啊。这稿子写得很好，通叔，我们要了吧？可以，既然三公子说要，那就要吧。你这书一共多长？写了多少了？我想写30万字左右，分成3卷，已经写好10万字了。篇幅倒是不短，这么新奇的故事，写长一点也是可以的。书印出来之后，先让人给我送几本。既然三公子看好你，我也没有二话，就按签字1000文如何？你若同意，我们就可以签契书了。没有问题。从松林书局出来，虾仁大大的喘了口气，捧着怀里沉甸甸的银子。100两，我有100两银子了，后续还有200两。今天真是偶遇贵人了，真的。过稿了。虾公子，你的事儿可是成了？成了就好，成了就好。我听人说出一本画本，少说也能得几10两银子呢。还是读书好，赶车种地，多久才能挣到这么多钱啊？嘿嘿，也是侥幸，不知有没有机会再见到那位三公子，最好能感谢一下他。在府城可顺利，出书的事可成了。虾仁将过稿的事细细的说了一遍，其中曲折离奇，峰回路转，直听得苏长中连连惊叹。不知什么时候，2个表哥苏坤和苏培也进了来了，都愣住了。都说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从前叫你们读书，你们只不当一回事。爹，你往常不是说没那个命，就别费那个心，一人读书，全家遭殃。胡说，我有这么说过吗？以后几个小的都要读书，我们苏家最好也出个秀才。别指望我们，表弟都没考上秀才呢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虾仁正准备回家，大表哥苏坤提了一挂猪大肠回来。伙计粗略收拾了，你要不嫌弃就提回家去。多谢表哥了，我最爱吃爆炒猪大肠了。从前你母亲是最会做这道菜的了。生就俩亲亲热热的说了几句话，关系倒是比以往亲近了许多，赚了100两银子。虾仁早已归心似箭，随即告别生就俩，在街上买了点礼物，便起身回了小竹村。买这些做什么？白费钱。这怎么能说白费钱？我就喜欢把我的小娘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娘子看我的眼光如何？好看。娘子，你想不想我？才1天没见呢，想什么？哎，娘子不想我，我可想娘子了。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这都3个季度没见了。娘子不要，这可给谁好呢？你还想给谁？没给谁，就是专门买来送给娘子的。娘子收了我的礼，今晚我要换个姿势，可不许再扭手扭脚的。这一夜风流缱绻字不必细说，脑补吧。第二天，虾仁一家收拾完，准备去岳家送节礼。娘，你干嘛呢？这都多久没见过那么多银子了？娘高兴，高兴了。这段日子吃得好，你和圆圆都白胖了，是该让亲家好好瞧瞧。苏氏从前也是秀才娘子，讲究体面的，厚着脸皮把儿媳妇强娶了回来。这些年因为家境艰难，在亲家那里始终低了一头，现在自家要起来了，可不是得好好的扬眉吐气。熊楚楚的娘家在临镇，家里有100亩良田，算是小地主家庭，只是他生母早逝，老爹是个不大管事的，如今是继母当家，又没个同母的兄弟姐妹，因此之前在婆家受了气，也不好对娘家说。虾仁拉着小圆圆的手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虾郎那么喜欢小孩子，要是能为他再生个孩子就好了。哎，这孩子的事，不要他来的时候就来，要他来的时候又不来了。这段日子以来，相公每晚都缠着他，可是肚子偏偏没有动静，也不知是谁的问题。虾仁不知熊楚楚心中所想，到了镇上，他买了1大块肉，2份糕点，1大罐酒，因为东西多，还租了辆板车，把东西都放上去，让娘子和女儿也坐上去，自己推着。老汉推车没毛病。嘿嘿，走起。现在江家虾郎是浪子回头了，既能挣钱养家，对老婆孩子还好。你看那熊娘子养得细皮嫩肉的，脸上擦着粉，耳朵上戴着金耳钉呢。熊楚楚听着路人隐约的议论，微微低着头，内心却是高兴的。哪个女人不想嫁个良人，衣锦还乡呢？好女婿真孝顺。姑奶奶、姑爷来就来了，怎么买那么多礼物？乔岳母说的，女儿孝敬父母，难道不是应该的？快进来坐吧，森哥，陪你姐夫说说话。熊森应了一声，有些不情不愿地带着姐夫进屋里坐。他不喜欢这个姐夫，因为这个姐夫老是鼻孔瞧人，实在没什么本事，对他姐姐还不好。娘，姐姐是不是胖了？你们姐妹好好说话吧，我去做饭了。吃过午饭，熊楚楚一家告辞了，熊妹儿便跑到母亲身边。我看姐姐过得不错，提起姐夫，笑得甜甜的。那对耳钉也是姐夫送的，我也看在眼里了。
他如今也算苦尽甘来了。人都说继母难做，金氏这些年来也自觉很不容易，不是自己生的，管也不是，不管也不是，一个不好了，要让人说闲话。但是作为继母，她还是教导了熊楚楚许多，包括针线刺绣。现在熊楚楚过得好了，她也松了口气。嘿嘿，虾儿还是这般客气，总是你自己本事，我不过是一封信的事。多亏徐叔了，要不是看您的面子，我连王管事的面都见不到呢。两人叔侄相称，关系越发融洽了。明年县试，虾儿也要着手准备了，万不能为了写话本耽误考试。徐叔说的是，多谢徐叔提醒。日子很平淡，很快就到了年底。年23，虾仁带着全家到了祠堂参与祭祖，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，在民间祭祀也是大事。江卷去世后，为了保住家里的房子和几亩田，苏氏和族里一些贪心的人闹过急事，虾仁和族里的关系也不好。神气神嘛，考了那么多回，连个童生都没考上，进了2趟城就有了钱，还不知道做的什么勾当呢。江家今年的变化都在族人眼中，又看到苏氏几人都穿着崭新的衣服，江家女眷手巧，小圆圆还戴着小老虎帽子，很是可爱。勾当能是什么好事？听说些读书人可做人气地，被包养的，红眼病见不得人好的。我儿子堂堂正正的读书人，你空口白牙的污蔑，祖宗看着呢，当心烂了你的嘴。过年前，虾仁又去了一趟府城，交了第2卷的考，再次收获了100两银子。这一次他没有再遇到那位王三公子，便在府城买了些年货，就匆匆回家了。过年要做的事情有很多，女人们早几天就忙着大扫除，到了年29就聚在一起炸糖环。左邻右舍买了红纸来请虾仁写对联，虾仁都一一笑着答应了，问明他们想要的寓意，略一沉吟就一挥而就。乡亲们连连叫好，他们也不知道那字好在哪里，反正就是好看。最重要的是，虾大郎不收钱啊！嘿嘿。年30，一家人都坐在一起守岁。等到子时，虾仁就出去烧了一挂爆竹，噼里啪啦声音的此起彼伏。新的一年开始了。年初2，江玉一家回娘家了。这还是姐夫打上门事件后，虾仁第一见到姐夫高魁，不知是否他的心理作用，他觉得高魁的胡须有些稀疏，说话的声音也轻了，再没了原来的莽汉气概。年初3，熊楚楚要回娘家，虾仁也想去，却被熊楚楚拦住了。我弟弟今年也下场考试，我娘早免了他一切应酬，你也安心在家读书就是，我爹娘不会挑理的。既然这样，你多带些礼物，路上小心。我送你们到村口吧。我自己去吧，你不必忙。熊楚楚约了同路的小媳妇，接过篮子，牵着女儿就往外走。他就是舍不得女儿哟，是舍不得女儿啊。到了傍晚，熊楚楚才带着圆圆回来了。爹爹，你看外婆给的压岁钱，这是外婆说我乖给我的。当然是给小圆圆的，奶奶先帮我们圆圆收着，你以后长大了再给你。果然这个套路从古至今都没变过啊。到了初4，是苏氏带着儿媳妇、孙女回舅家，同样是不让虾仁出门。你年前才去了你2个舅舅那里，过完年去考试又要去借住，今日不去也行。多次麻烦舅舅母亲替我好好谢谢舅舅们吧。知道，你姐姐带回来的香油，我就一并带过去了。此时的人主要食用油是猪油，其他植物油炼制难，价格可比猪油贵得多。特别是香油，还能用来供佛，是极金贵的东西，用来走礼很是体面。娘做主就是。年过得很快，过完年马上就要现世了，村里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氛围中，而虾仁呢，仍在家中挑灯夜读。岳父岳母好。好好考，这回一定能过的。承岳父贵言，森弟也一定能过的。哼，考了那么多回都不中，我要是你，羞都羞死了。哦，科举之事说不准的，考10回8回也是有的。哼，姐夫说的是，考10回8回也是有的。熊孩子，算了，看在娘子的份上，不和小孩子计较，要不然我早拿沙包一样大的拳头捶你了。这第1场是正式，只要把科举必考书目背个滚瓜烂熟，简单的一批，原主考了那么久，连县试都过不了，也真是废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衙役来回巡考的脚步声和写字的声音。不知不觉小半天过去了，虾仁已经完成考试，便交了卷。我平时明明会的，真的会的，怎么一看到题目就想不起来了呢？随着他的哭声，周围一些自觉考砸了的也忍不住流泪了。熊森被家人抬了回家，第2场考试还能不能下场都成问题了。小孩子受打击能力还是太低了。夏儿，回来就好，这是姜汤，你快趁热喝了散散寒气。烦劳舅舅。
自家人，说什么劳不劳烦的。考完了的就不要再去想了，也先别忙着翻书对答案，暂且忘了这场，好好休息2天，备考第2场要紧。苏长义是衙役出身，往年也曾在考场巡考，见过太多一场考试结束后哭天抢地、丧魂落魄的考生。但是考试这东西，不仅看实力，也要看运气，有时候自觉不好，说不准过了的也有。舅舅说的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过了几天，迎来了第2场考试。第2场考的是表判，考察的是律法和考生断案的能力。毕竟要是当上地方官，审案也是分内工作。10年科举8年模拟的题海战术发挥作用了，这些题我早就刷到过了。2场考试都考完，虾仁回到家里，心大的倒头就睡。毕竟前世经历过高考，这些都是小场面了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榜首。第1场考试就倒下的小子，中什么中？难道是我中了？什么榜首？谁中了？哼，反正不是你。我没中，怎么可能？我没中，难不成你中了？哼，王大哥，你中了，榜首。这位就是安守，他是谁？你不认得他，他叫王明，咱们风水县有名的才子呢。难怪他姓王，莫不是王老相公家的人？是旁支哦。那也是家学渊源了。可不，王公子要不是守祖父母的孝，早几年就该中了。真是别人家的孩子。虾儿中了第7名，我表弟中了第7名。哎，考了5次了，终于过了。虾儿回魂了。哥啊，你这一下本来不傻的都要被你吓傻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我儿子肯定能中的。村里的族人虽然和江家关系平平，但这样的好事也都来贺喜。苏轼很高兴，一向抠门的他也拿出一把铜钱撒在地上，让孩子们去抢沾沾喜气。到了晚上，虾仁才有时间问娘子那个熊森和那个王明的事。他总觉得熊森对他的敌意太大了。也罢，与其让你将来从别人那里听到风言风语，不如我来告诉你。我怎么感觉我头上有点绿呢？那王明自小就跟着他爹爹出入我家，与我自幼相识，而我和相公的婚约本就是2位父亲喝高了，随口定下的，顺手交换了身上的配饰作为信物，连庚帖都没换。你父亲去世后，你屡试不第，家业又渐渐败落了。我那继母就琢磨着不认婚约，再给我寻个女婿，看上了那王民。后来碍于你那个苏总甲的压力，此事也只能不了了之。只是委屈了娘子，没有做成少奶奶。阴阳怪气做什么呢？若是从前的你，说不回是假的，但是如今的你，比别人又差什么？都说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我如今什么也不求了，只求我们一家子好好的，再为你添个儿子就好了。又一夜风流过去，虾仁又是起了个一大早，才刚考完试，你也不歇2日。不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头悬梁，锥刺股，谁也别拦着。这又是做什么？我要在府试上赢过那王民。又作怪。我是认真的，娘子只管等着瞧。虾仁说到做到，接下来的日子拿出了拼命的劲。虽说娘子心里向着他，但他偏要考出个好成绩来，压那王明一头，让熊家人知道楚楚嫁给他没错。虾仁拼命的势头，熊楚楚看得又好气又好笑。苏轼则是既心疼又欣慰，婆媳俩意见一致的杀了家底下蛋的老母鸡，放了党参、红枣、莲子，炖了鸡汤给虾仁好好补补。很快到了府试，这回不比前番送小说稿，是要考好几天呢，不能当天来回。各县乡的考生都会提前出发，在府城先安顿下来。俗话说穷家富路，在外头不要吝惜钱，该花的花，该用的用。出门在外不要和人斗气，遇到不小事的也别和人计较，有热闹也别往前凑，一切以考试为重。娘放心，府城我都去过几回了，熟门熟路的。虾公子，这回是要在客栈住宿？我去御馆。御馆是由官府办的，听说考生们很多都是住在那里，据说条件是差了点，但是价格比客栈便宜多了。都挣了200两银子了，虾公子真是个会过日子、勤俭持家的人。我也不是什么金贵的人，将来别人能住，我也能住的。第2天早上，虾仁推开门，脸色灰白，眼圈青黑，脚步虚弱，这副样子像极了屏幕前的老铁们夜间自己动手做的事。虾兄，你还好吗？年轻人也要保养身体，那个是吗？还是要节制一些的。这位胡兄是个自来熟，昨天还和虾仁聊了好一会儿，说好了出门在外，互相照应。我敲李奶奶的，昨晚就属你呼噜声最大啊！好，我不说就是，真是好人难做。
这位公子，你要搬可以，可这预交的房钱是不退的哦。虾兄真的要搬？哎，昨日才与虾兄结识，胡某就知道虾兄和俗人不一样，还想和虾兄抵足而眠，好好亲近呢。呵呵，人家是有钱的少爷，看不上你呢。我爱去哪里住就去哪里住，干你何事？这不关我事，有本事你住到王府去也不关我事。哪位是虾人虾公子？我是虾人，请问您是？世子殿下有请。草民虾人见过世子殿下，殿下金安。起来吧。谢殿下。赐座。孤今日请你来，是想问你的《凡人修仙传》第3卷呢？啥？是催更新的。回禀殿下，我和书局约定的交稿时间是端午，又因为要参加考试，因此第3卷才刚刚写了开头。既写了开头，不若先与孤过目。这不合规矩吧？书局有规定，未出书之前，稿件不得流传出去。况且我进城考试，并不曾带手稿来。哦，这样啊。既如此，你与孤说爽后面的故事，那陈凡最终可曾飞升上界？小孩子就是小孩子，怎么就那么心急呢？这不是让我剧透吗？虾人无奈，只能按照大纲将故事梗概娓娓道来。虽然缺乏细节描写，但虾人口才不错，将故事讲得一波三折，引人入胜。几个小少年都露出意犹未尽的神色。讲了好半晌，故事才算告一段落。殿下，待第3卷出书后，若是卖得好，再与书局商议是否接着写上界的故事。你书中所说的功法真的能练吗？孤参悟了几回，始终不得其法。你与孤好好说说。那不问天诀的确博大精深，不想虾公子年纪轻轻，在道法上竟有如此造诣，实乃我辈楷模。虾公子有如此天赋，想来正是有灵根之人，何必考什么功名？不如就做个道士，可证大道。不，我可不想出家啊，我又没有灵根。临江楼别的倒罢了，只是这茶是正宗的武夷毛尖，虾公子值得一尝。果然是好茶。我看你那书中写的灵茶，光描写就令人向往，就知虾公子也是懂茶爱茶之人。我也没喝过什么好茶，也不知道好在哪里，但是想来贵的就是好的。虾公子真是妙人。嘿嘿，王公子过奖。哦，你比我年纪大些，不必这样客气。我的道号是误痴，你叫我名字或者道号皆可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王公子，你是我的贵人。哎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，就托大叫你一声误痴了。误痴道长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感激你才好。我以茶代酒，敬你一杯。往后若有什么事是我能办的，您只管吩咐。做人不能怕被人利用，最怕的是连利用价值都没有。不管王斌因为什么原因与他相交，但对他这样毫无依仗的穷书生来说，也未必是坏事。虾兄倒也是个实诚人。说起来，我还没恭喜虾兄现世得中呢。哎，都是侥幸，都考了好几次了，而且我们风水县此次县市的榜首正是王家的公子呢。哦，原来是他。看来那王民在王家也算不得什么人物嘛。话说回来，服用丹药有丹毒是真的了，只是道家素以烹炼金石为外丹，点化自身阴质，使之化为阳气，莫非都是不可取的吗？世间万物有阴即有阳，有黑即有白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，只在于度。炼丹亦是如此，道家有很多丹方都有治病救人的功效，但我以为靠服丹药求长生是不可取的。哦，这样吗？当然，丹药也不是完全无用。比如说，有些富贵家的老人常服的人参养荣丸，其实也是丹药的一种，可安神养生，延年益寿。不过我还是认为，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，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。修炼之事，当以内为主，以外为辅，内外结合，相辅相成。哲学的世界总是相同的。虾人看王斌的神情越来越认真，索性就系统地讲了一遍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。比如说，人不可能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，先前是小弟孟浪儿。嘿嘿，感谢高中政治老师，感谢党。两人越谈越投机，称兄道弟的很是亲热。到了夕阳西下，王斌才依依不舍地与虾人告别。虾人正要去结账，才知道王斌的小厮早就结了。本该我感谢误吃的，怎么反而让你请我？这是我家的产业，若还要虾兄出钱，就是看不起小弟了。哦，原来是王家的产业，怪不得如此清雅。
嘤，我就讨厌你们这样的封建剥削阶级，到处都是你家的产业，什么时候轮到我也做大地主呢？姐夫，真的是你？你怎么在这里？这里的东西那么贵，你吃得起的？好啊，我姐在家吃糠咽菜，你在外面花天酒地。原来是三公子在这里，我早上去拜访老太爷的时候，却没有见着您。哦，早上我在王府陪世子殿下见这位虾兄。这是在下的七舅，年纪小，一惊一乍的，让你见笑了。无妨。不知王公子在此，我家阿森给你添麻烦了吧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告辞了。阿森，还不快与王公子道别？你是明天回去，还是等府事结束后回去？若是明天回去，我给你找辆马车；若是过几日再回，你就给我好好待在客栈里，我可没有时间照顾你。我才不要你照顾，我要去找王大哥。呵呵，王大哥是你哪门子的大哥？我也不管你和谁交友，可你也不是小孩子了，该懂得里外之分。我再如何也是你姐夫，你在外人面前给我甩脸子，岂不是让人看笑话？那样你脸上就好看了吗？王大哥才不是外人。呵呵，不是外人，难道是内人？你们再是通家之好，亲得过我这个亲姐夫？要不是你，要不是我，你的王大哥就能做你的姐夫了是吗？呵呵，也就是我心地开阔，若是一般人遇到你这样的态度，还不得疑心你姐姐？你这还是亲弟弟吗？不考虑你姐姐的处境？你装什么好人？你从前打我姐姐的事，以为我不知道？等我长大了，或有了功名，我一定要你好看。从前是我混账，如今都改了。你若不信，只管问你姐姐就是。哎，这全国连锁的悦来客栈房钱可不低，明天还是把这熊孩子送走吧。你不要以为攀上王三公子就了不起了，我听人说过他家的事，水深的很。你以为他好端端的，为什么出家做了道士？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就是。哼，鬼才不放心你。送走了熊孩子，虾仁便在客栈里做了几天差。府试马上就要开考了。嘿，哎，真是倒霉，考个试还能排到侧号。府试的座位号是临时安排的，而最可怕的就是排到侧号，坐在侧号，闻着味道考试，简直销魂。哎，我是一尊雕像，我墨的嗅觉，我墨的嗅觉。题目倒是答得顺利，只可惜旁边厕所的气味越来越大。到了下午，陆陆续续的有人交卷了，虾仁又检查了姓名、籍贯等，见没有错误也交了卷。哎，我这次没考好，好多题都是蒙的，这回无颜见江东父老了。哎，最讨厌这种不诚实的人了，每次说自己没考好的，结果都考第1名。虾兄，你也出来了。虾兄，你身上男人味有点重啊。我分到了侧号，先不说了，我要回去洗澡。原来如此，那改日咱哥俩再好好亲热亲热。虾仁没有应付自来熟之人的经验，只得胡乱答应着，然后离开。到了放榜之日，榜下又是一片哀鸿。虾仁倒是过了，只是名次不如县试，排到了第10。不过那王明还是在他前面2名，已经在娘子面前夸过海口了，要压那王民一头的。但是不要紧，还有2场呢。接下来是第2场考试，虾仁莫名又被排到了侧号。这每一场考试的座位都是重新编排的，凭什么我2次都是侧号？到底是谁在针对我？稳住！不能慌，故天讲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中午刚过，明晃晃的太阳还高悬空中，虾仁是第一个交卷的。虾公子，你出来了。小哥如何在此？我家公子让我来接您。我恐怕要先回去沐浴一番。好，我陪您回客栈。虾公子那么快就出来了，一定是胸有成竹了。小的预祝您旗开得胜。承你吉言，我只求做个孙山就满足了。虾公子过谦了。洛堂兄与我有些意见不同，又受了人挑唆，给虾兄添麻烦了，很是抱歉。王斌将虾仁接连2次分到侧号的原因说了一遍，然后诚恳的道了歉。嘿嘿，原来如此，此事与误吃无关，误吃何必道歉？虾兄放心，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。第2场考试很快就放榜了，虾仁这次勇夺第3，把情敌王明压在了身后，顿觉神清气爽，被小人捉弄的闷气也消散了。因为进入了前3甲，注意到他的人也多了起来。客栈里一些熟悉不熟悉的考生都向虾仁打招呼祝贺。虾兄，你今天一定要和我喝2杯。我还要温习呢，不喝酒。虾兄真是勤奋，怪不得能考得那么好。还有第3场要考，说庆祝还早呢，我今日也累了，先去休息了。众人都有些扫兴，唯独胡大山脸色不变，
不要脸的跟着虾仁进了房间，非要跟虾仁好好亲热亲热，仿佛虾仁是他的至交好友。我早说虾兄非同寻常，果然是令我说着了。这次是第3名，下次问鼎榜首也未可知。其实两人也不过是在玉馆见过几次，点头之交罢了。虾仁微笑的看着他，也不回话，想听听他还要说什么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听说虾兄与王老相公家的公子相熟，还蒙世子殿下召见，真是天大的脸面。不瞒虾兄说，在下对世子殿下也仰慕得很。哦，巧合罢了，正好殿下看了我写的一本小说。随即虾仁就将自己写小说的事粗略说了一遍。虾兄，我也要写小说。小说名字就叫扛着杀猪刀去科举，写一个屠户家的小子立志读书，一步步考取功名，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，然后被权贵人家绑下捉去，从此平步青云。你觉得如何？胡兄家是屠户吧？虾兄如何得知？通常第一次写小说的人都会带入自己的。虾兄高明，不天天吃肉，能有我这样的身板。虾兄，你觉得我的小说能火吗？世子殿下会喜欢吗？小说的事各花入各眼，或许能火，也不一定。那我考完试回去就写，写完就给虾兄过目。这胡大山也是个妙人，不过能在科举场上过5关斩6将的人，就算是表面看起来粗豪鲁莽，其实内心都是有成算的。过了2天，就到了最后一场考试。这次虾仁没有再分到册号了，他特意留意了一下，看看哪个倒霉蛋接过了他的宝座。嘿，竟然是他！嘿嘿。哎，王兄，你没事吧？嘿嘿。你等着瞧。自作孽不可活。嘿嘿。虾仁对王明本没什么恶感，即使知道他曾要抢自己的未婚妻，但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但今日一见，君子是没有的，小人倒是有一个。虾兄，这可是我呕心沥血之作，还参考了时下流行的畅销书籍，你看如何？你的参考书籍是什么？你不是要写屠户小子的科举之路吗？才几千字就全是圈圈叉叉打马赛克的描写，你这是小黄书吧？嘿嘿，就是一些比较精彩的美人图和过于直白的画本而已。恐怕世子殿下不会想看这些。书斋老板说那些是最畅销的书，少年郎最喜欢这种的了，莫非是他骗了我？殿下和常人不一样。和常人不一样，莫非是？前10名里面没有王民的名字，答应娘子的事做到了。嘿嘿。第10名，虾兄，你中了！第10名。科举之路又比修仙之路容易到哪里去呢？过了这一关，前面还有重重的艰难险阻等着自己。第2天，虾仁特意去和王斌道别，又请他替自己向世子殿下请安，就准备启程回家了。这是给虾兄的贺意，这如何使的？虾兄尽管收下，之前的事说到底是受我连累。虾兄若是不收的话，莫非是还在怪罪我？虾兄只要尽快完本，我就很高兴了。哦，原来是打赏。那在下就厚颜收下了，又被催稿了，压力好大啊！虾郎这是中了，中了，恭喜恭喜！嘿嘿，果真中了，中了！小宝贝，想爹爹了吗？爹爹可是好想你呢。楚楚呢？在家里等着呢，你回去就知道了。娘子，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中了。此时此刻，什么王公子都被虾仁抛在了脑后。眼前的女子是他的妻子，是他的人，从前的一切都只是过往云烟罢了。我早知道你必中的，你答应的事从未食言的。是的，我一定会中，府试会中，院试也会中的。娘子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让你和孩子过上好日子的。羞羞羞羞！娘子，你怎么不出去接我？前些日子可能因焦虑过甚，有些见红。大夫说胎象不大稳，不宜走动。你怀孕了？正是呢，楚楚有喜了，咱们家双喜临门了。我要当爹了，我要当爹了。你当心些，老大年纪了，也不稳重些，伤了孩子怎么办？第一次当爹的时候，也不见你那么高兴。几个月了，大夫怎么说？2个多月了，你出门没2天，我见他整日没精神，过几日又吐了，就留了心，请了大夫来一看，可不是怀孕了。好，大夫说当心些，过了3个月就稳了。那预产期就是正月了，那该准备起来了。还早呢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把我家的钱都搬到娘家去了，我要告你一个盗窃，休了你。你有种倒是休啊！我将家财看不上你家的破铜烂铁，我是把钱藏起来了，是爹娘吩咐的。高魁这1年来受够了窝囊气，又想起自己的尊严备受践踏，也不忍气吞声了，追着江玉就要打。救命啊！
这天杀的要打杀我了。此时正是晚饭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吃饭，听见有热闹，就端着碗走出来瞧瞧。高家大郎，大媳妇的男人能有什么出息？快停下吧！高大郎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你那小舅子复试高中呢，听说还进过王府呢。你们是正经姻亲呢，眼看江家要起来了，你也犯不着得罪他呀。你们是不知道，从来没有这样厉害的媳妇，管着夫家的钱，还往娘家搬，连丈夫都不让动的。是爹娘让我管的，说到了你手上，迟早都便宜了别人。胡说八道，胡说八道！我听人说你中了，心里高兴，过来看一看。我看阿姐似乎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还不是你那个糟温的姐夫，又去信起了什么观音教，整日里和那些教众来往，还要把家业也献出去，因为你姐姐拦着不给他钱，又闹了起来。还不是那个豆腐西施做了什么圣女，又来勾搭你姐夫入教。历史上有一个白莲教，虽造反1000年不成功，但是洗脑功力一流，只要入了他的门下，没有不倾家荡产的，因此又被称为最早的传销组织。看样子这观音教也是一类货色，自古以来，但凡一个地方闹邪教，就得出大事，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！江玉留下一个装着房契和地契的箱子，就神色匆匆地走了，不肯留下吃饭。她明知丈夫高奎是个不可靠的人，可还是得回去照看几个孩子。哎，这事情严重性怎么样还不知道呢？不能让娘和娘子跟着担心才是，何况楚楚运相还不好。不是什么大事，你们无需担心，这些装神弄鬼的成不了什么气候的，我们自家不要沾惹就是了。至于姐姐那里，只要姐姐管得住钱财，姐夫也只能干瞪眼。我明日就去寻他说道，不能让姐姐受他的气。这是我去说，你安心读书就是，眼看着就要考试了，免得耽误你的时间。也成，咱们先不提这事了，先吃饭吧。第二天一早，苏轼就要去寻亲家好好说道。母亲既出门，不如也去老舅那里一趟，请他把这里有贼人为祸乡里的事禀告县令大人。还是我儿想的周到。其实虾仁倒没有欺压谁的意思，他本身和那豆腐西施也没有什么仇恨，但是一个地方出现了这些事，他知道了总不能当不知道。读书人嘛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待苏轼从县城回来，已是第二天清晨。这事县令老爷已经知道了，闹不起来的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虾仁点了点头，心想这事与自家确实也没什么关系了。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这些事还是留给官府去操心吧。临近端午，虾仁终于把小说写完了，准备去府城送粽子。小圆圆想去府城逛逛，虾仁熬不过小女儿的撒娇，便带着小圆圆一起去了府城。虾公子那么快就来赶考了吗？院是在6月底呢。哦，只是带女儿来府城逛逛。虾公子真是疼孩子。小圆圆坐了一天的马车，早已累得眼皮耷拉了，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虾仁默默地看着她，像个小天使一般，甜甜的酣睡，不由得生出了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。去年他刚穿越过来的时候，小圆圆一身狼狈的模样还历历在目呢。爹爹，这是啥呀？好香呀！哦，这个呀叫做馄饨，好吃吗？好吃，比肉粥还好吃，我要吃100个、1000个。小心烫，慢慢吃。嘿嘿。吃过早餐，虾仁才带着女儿提着书稿去了松林书局。王管事这回很热情地接待了他。可把虾公子盼来了。三公子隔天就派人来问，说世子殿下等着看小说呢，急得我都要派人去你家里取稿了。大管事见谅，实在是最近忙着准备院试，好不容易才抽出时间来写。这是正事，应当的。因为有世子殿下亲眼加持，虾仁的小说卖得出乎意料的好。王管事又与虾仁商议续写的事儿，虾仁也欣然同意了。他还很缺钱呢，能够接着写当然最好的。我家公子得知虾公子来了，高兴得很，请虾公子过府一叙。虾仁答应着，便带着女儿前往王老相公家。说起来，恒王府倒是去过了，这王家还是第一次去呢。这个我认识，是黄花菜。我也知道，是黄花菜不错，不过我们一般叫它萱草，也有叫忘忧草的。这些文人真是的，叫黄花菜多实在，难道名字取得好听一点，它就不是一道菜了？虾公子，我们老太爷有请。老太爷，王老相公，那可是当年中过状元的人啊！若能得王老相公的几句点拨，可比我自己闭门造车有用的多了。这就是江郎，倒是好像嘛。见过王老大人，小子就是虾仁，给老大人请安。你坐。王老相公请虾仁品了一回茶，还细问了风水县中观音教之事。虾仁把自己知道的一一细说了，连那圣女豆腐西施的底也掀了，甚至自家和他的恩怨也粗略说了一遍。王老相公微微点着头，神色不变。到他这个年纪和身份，已经很少事情能让他动容了。最后也没多说观音教的事，想必心中已有了成算，转而和虾仁讨论起道法来。随即虾仁顺着王老相公的话题，
从太极生两仪说起，说到事物的两面性、运动和静止的相对论，再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。妖言惑众，胡说八道，拉出去砍了！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这画风不对啊！呵呵，开个玩笑，知道怕了。年轻人，你这些话若是在真正求仙的贵人面前说了，可要不得。虾仁连忙战战兢兢地谢过王老相公的提点之恩，把话题拉回来，说起养生之道来。正所谓药补不如食补，食物之间相生相克，互为配伍，也是非常讲究的。这些倒是有理。君臣配伍，用药如治国，正是这个道理。后生可畏，江郎真是博学。不过是旁门左道、雕虫小技耳，在老大人面前献丑了。哎，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。祖父，您觉得他如何？眼神清正，是个正直之人。这个年纪难得有份赤子之心。第二天，父女俩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出门，吃完早餐就回家。虾儿，我可找到你了。怎么了？出事了！昨夜观音教作乱，闯进了很多大户人家，不知怎地也到了你家里。姑母和弟妹。相公，绝对不能倒下！母亲和妻子还等着我去救呢。我去王家求救，你在城门处等我。虾仁没有哭喊，他很冷静，紧紧地握着拳头，只有掌心里渗出的血迹，才暴露了他内心的痛苦。还有气息，快去报告族长，快去请大夫。到了天亮，大夫终于来了。苏轼挨了一记心窝脚，吐了一口淤血醒了。一醒来，就得知熊楚楚肚子里3个多月的孩子没了，人也因为失血过多，还没醒来。苏轼守在儿媳床边，哭得撕心裂肺。熊楚楚为了保护他，才被踹中肚子，对他连踹2脚的那个贼人，即使蒙着脸，他也认出了，正是他那女婿高奎。要不是儿媳妇帮他挡了一脚，他恐怕当场就被踹死了。遭此噩耗，事情却没有完。族里有些与虾仁家不睦的族人借机落井下石，以苏轼婆媳被贼子闯入房中，恐不清白为由，要求把他们按族规处置，进猪笼。虾兄不必如此，我这就派大管事与你一起回去。虾仁连连道谢，和王家一个叫王平的管事一起成了王家的本，赶往城门。王斌好人做到底，还派了一位大夫一起去。救人如救火，耽误不得。王家的马快，我和大夫和管事的先赶回去，请表哥帮我照看圆圆。虾儿，快去吧。大伯伯，我奶奶怎么了？我娘呢？我要娘，我要娘。圆圆乖，不哭，大伯伯这就带你回去找娘。谁敢动我妹子，先从我身上踏过去。将军死了那么多年，我妹子守了那么多年，辛苦拉扯大2个孩子，哪点对不起你江族？你们江族容不下她，我就把她带走。我的女儿，我熊家还养得起。这是我江族的事，这是我家的事。楚楚啊，你怎么就这么命苦呢？这几年没少受罪，眼看着虾儿浪子回头了，知道上进了，往后就要过上好日子了，偏偏就遭此祸事，还被族人逼到绝境。娘，岳母，我回来了。劳烦先生帮我娘子看看。难道娘子要离开我了吗？此时他只觉得痛彻心扉，这一刻他才知道他有多爱熊楚楚。这个女人已经走进了他的心里，和他的灵魂连在一起。楚楚若是死了，我还要怎么活下去？夏儿，夏公子别急，出血及时止住了，尊夫人性命是无碍的，但是到底失血过多，一时醒不过来。当真？当真，只是令夫人这一胎本来就不太稳，这次子宫又受了重创，以后只怕是再难开怀。金氏突然哭了出来，他知道无子对于一个妇人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楚楚虽是他的继女，也是他看着长大的，自幼为他费了不少心，没想到却落了个这样的结局。岳母放心，楚楚是我的结发妻子，又是我娘的救命恩人。今日请诸位见证，我虾仁在此立誓，无论发生任何变故，无论贫穷富贵，是否有子，绝不辜负妻子，终身不纳二妻。姐夫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亲姐夫。相公，娘子，你醒了，你觉得哪里疼？肚子可还疼？头晕不晕？饿了吗？我都好，可是我们的孩子没了，你怪不怪我？与你无关的，是贼人不好，我会为我们的孩子报仇的。你也别太伤心，大夫是说有可能，将来养好了身子再怀一个也可以的。大夫，您说是不是？
若是修养得当，也说不准的。请大夫给我媳妇开药方，劳岳母和森弟照应些，我去一趟族长那里处理些事。相公，娘子莫怕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姐夫放心，我会好好守着姐姐的，谁也不让进来。好，阿森也是个男子汉了。昨夜那贼人为首一个，我认出是高魁，只是顾忌着你姐姐，不曾对人说，如果族里不依不饶，你就把他说出来，这样就不是陌生贼子入屋，是亲家纠纷了。竟然是他！他做我女婿那么多年，别说蒙着半张脸，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。他进来就翻箱倒柜的，你姐送来的箱子抢走了，连我们家藏钱的箱子都抢走了。他哪来那么大仇恨，连踹两脚，非得置我于死地。可怜了我的孙子。事已至此，伤心无用。等一下大表哥来了，你把这事告诉他，让他尽快告知小舅舅。我怀疑高魁那里窝藏了强盗。那你姐姐？让表哥先去把姐姐和几个外甥接走，如今不决断也不行了。高魁和邪教为伍，冲击官府，抢劫民宅，这都是砍头的罪过，瞒是瞒不过去的。苏氏一听，和虾仁一起走出门，找到苏坤，立刻请他去接江玉和几个孩子。虾仁则独自到族长的谈判去了。张三叔，出了什么事？高家出事了，真是可怜。江娘子好好的一个人，说没就没了。谁没了？你的表姐江娘子没了，被那高魁一榔头砸到了头，当时就没了。你要进去，总甲在里面呢。你们表姐没了。昨夜那高魁带着邪教乱党闯了进来，打死了玉儿，抢走了家里的钱，抱了几个孩子跑了。那畜生连父母也不顾了。高家二老还在后院安置着。我把表姐带走，苏坤答应着，想要看表姐最后一面，又不忍心看，心顿顿的痛，只能掩着面轻轻哭着。别哭，哭有什么用？如此深仇大恨，我们家和他高魁观音教无共戴天。你们振作起来。你姑母那里怎么样了？大郎是个靠得住的，你们也去帮正些，别在这里哭，听得闹心。死的是他的亲外甥女，他第一个进来收的尸，他能不伤心？都说舅舅爱外甥，江玉小的时候，苏长义也曾把他扛在肩头上看花灯、逛庙会，自家好好养着。嫁到他高家来，生了3个孩子，受了许多委屈，到头来还被一榔头打死，他能不恨？他恨得牙根都要咬断了。你们表姐和几个外甥呢？你们倒是说话呀！哎呀，可是要急死我了！表弟还没回来吗？还在祠堂那里呢。你表姐到底怎么了？高魁打了他，抢了几个孩子逃走了，官府已经派人去缉捕了。高魁打了他，打得怎么样了？表姐没了。快去请大夫！霞儿，大夫呢？你娘晕倒了，快回去。怎么回事？娘不是没什么事了？你姐姐没了。哎呀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老天爷呀，有什么事你就冲我来，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女儿啊？她才26啊，她什么坏事也没做。前世已经是孤儿了，来到这个世界，有了母亲，有了妻子和孩子，也有了姐姐，现在却要一个个的离开了吗？是我的错吗？是因为我来了这个世界，产生了蝴蝶效应，才害死了姐姐吗？我高魁之所以杀死妻子，带人袭击岳母一家，就是因为你们苏家找人废了我，此等奇耻大辱，必要报复那苏氏母女，倒是被那老女人逃过一劫。杀无赦，一个不留。
自上级缘由，虾仁与族中大吵一架，随即决定脱离江氏宗族，自立一宗。自家的房子和田地自愿送给了七叔一家，起身离开了小竹村，用最后一笔稿费在府城买了一套较小的房子。日子虽紧凑，却也安稳。5日，高奎偷偷回家看父母，被邻居告发捉了个正着。苏总长利用职务之便，立马砍了高奎和观音教一众逆党。好，这杀千刀的终于捉到了，该死，该死！苏氏虽这样说，可他一辈子自恃聪明，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，唯一的一件就是替女儿出头，废了高奎。没想到就这一件事，就害了女儿的性命。深深的自责和惶恐，让他苏氏从一个精明利索的中年妇女，一下子变成一个呆滞迟钝的老妇人，头发都在一夜之间全白了。娘，你还有我呢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好好的。您要保重身体，还要看着儿子中进士，做诰命夫人啊！姐姐也不希望看到娘这样伤心的。好，娘不伤心了，我儿好好读书，不要耽误了功课。对了，这房子虽小，用料却不错，要不少钱吧？连着家具花了100两了。不过我这些时日又写了一些稿，换了一笔稿费，家里用度是足的，娘别担心。苏氏听了，感叹了一回府城房价贵，又咬牙切齿地骂了杀千刀的高奎和落井下石的族人，才愤愤地去收拾东西了。哎，还能有伙计骂人就好。临近院试，各县的读书人往府城赶考，前科通过府试的人不用再从县试、府试考起，可以直接院试。也就是说，竞争对手不仅这是这一科的童生，还有之前的复读生。院试必考的题目，虾仁已经背得滚瓜烂熟，此时就是拿出王老相恭赠他的精义注解，通读一遍，再将前几课得中的优秀诗文都给背熟。这样一来，他也是夜夜挑灯夜读，有时候不知不觉的趴在桌上就睡着了。我的儿呀，身体要紧，我们考得上就考，考不上就不考了。娘放心，我现在身子很好的，要是不舒服，我就会歇一会。苏氏怎能不担心？女儿已经没了，儿子是她最后的依靠，自己丈夫也是考试后得了风寒没了。要不我们就不考了，童生也能做账房，掌柜的了。那不行，娘还要做诰命夫人呢，我还要金榜题名，把横川府江氏立起来，打小竹村那些小人的脸。你将来有了儿子，让儿子去金榜题名。苏氏脱口而出，话一出口，意识到不妥，愧疚地朝熊楚楚看去，只见熊楚楚正在檐下给圆圆缝制夏衣，似乎没有听到婆婆的失言。过2年楚楚养好了身体，我们自然再要个儿子，但是总不能当爹的自己没出息，就指望着儿子出息啊！这不跟前世有些家长一样，自己考不上清北就摩拳擦掌的逼着孩子努力，指望孩子实现自己的心愿。告诉爹爹，你为什么不高兴？是不是爹爹近来忙，没空陪小圆圆玩，所以你不高兴了？哦，那是奶奶和娘说了什么了？爹爹，都是我不好，如果我不闹着要来府城玩，娘和奶奶就不会出事了，弟弟也会好好的。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不是圆圆的错，你要这么想，若是那天爹爹和你都在家，说不定连爹爹都被害了，是你救了爹爹一命呢。正如虾仁所说，如果他在家，为了保护母亲妻女，必然上去拼命，那么结果如何，还真不好说。江圆圆伏在爹爹怀里，哇哇大哭了一顿，把这段时间郁结在心里的伤心和委屈都给哭了出来，最后终于哭累了，趴在爹爹肩膀上睡了过去。虾兄，原来虾兄也在此，这是……哦，这是小女。我这回住在客栈里呢，到处去寻虾兄没寻到，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了，不知虾兄如今住在何处？虾仁想早点带女儿回去，不想在这里客套，就报了地址，告辞离开了。那里不是临近府学的民宅吗？虾兄带着女儿，难不成一家子都搬到府城了？莫非是江家出了什么事？古时人讲究故土难移，就是做了大官，也要在家乡置业，将来好衣锦还乡，落叶归根。虾仁会搬家到城里，胡大山心里也知，很大可能是出事儿了。我近来忙，顾不上，你们都关心些圆圆。这孩子本来心思就重，再胡思乱想，把身子都搞垮了。最近只顾着伤心自苦，忽视了女儿，还要丈夫来提醒，我这个母亲做的可真不称职。夏儿这么喜欢小孩子，连个闺女都捧在手心里，要是有个儿子该多好。到了6月28这日，院试终于开始了。为了应对考试，早餐吃的是耐饿的煎饼，苏轼还特意做了一碗稠稠的状元及第粥。过了院试这一关，就是秀才，才算是进入士阶层了。谁也不知道命运给自己安排的是什么。6月底，正是酷暑难耐之际，写着写着，虾仁额头上都是汗，未免汗水滴落污了卷面，他又赶紧擦干净汗，再继续答题。到了下午，终于答完了所有题目。虾仁仔细检查了一遍答卷，便交了卷，
这几天里，书生们住的客栈甚至发生了好几起投毒事件，倒也不是什么夺命的毒，只是泻药之类的。榜单上靠前的那些人都不由得分外小心，因为对这些人下手的也是最多的，把前面的打下去一个，自己就有希望上升一位。也有人盯上了虾仁，但是虾仁住在自己家里，令人无处下手。到了第二场考试，人就少了很多了，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老童生和学霸。虾仁答完题就自信满满的交卷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数学题为他这个理科生节省了时间，这一次他是第一个交卷的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考完我们就不要去想了。娘，我这次一定能中的。好，好，我说什么来着？算命的说了，我是诰命夫人的命。虾兄原来住在这里，可让兄弟我好找。虾兄真是勤奋，才刚考完试也不歇一歇。写些闲书罢了。是虾儿的朋友吧？快进屋里坐。不知长辈在此，空手就上门了。无妨，无妨。虾兄这是举家搬来府城了？不错，家里出了些事，就搬过来了。我此来是有事想请教虾兄呢。我上回说写小说的事，回去也抽空写了一卷，你帮我看看写的可还好？还是那篇扛着杀猪刀去科举？不错，我还加入了如今市面上流行的小说元素。你看，这是我在府城最大的松林书斋买的，说是如今府城最受欢迎的小说，这么一卷就要2两银子，居然还供不应求，简直比横川纸贵了。这不就是我写的小说吗？这其中一卷就要2两银子，一册3卷岂不是要6两银子？这卖画本可真是暴利行业啊！只有这2卷，第3卷还未出吗？哎，书斋说第3卷太火热，一出来就卖光了，急着就要预定，1本5两银子。这些奸商，再好看的小说也只是小说而已，怎么能花5两银子去买？这不是哄抬物价吗？你看过了，觉得好看吗？好啊，真不知道那作者是怎么想的，竟然有这样的修仙世界，竟是从未有人想过的。你也是写修仙小说的，莫非也是这一类？差不多吧。嘿嘿。如今大家都在议论这本小说，模仿的人也多。你看我这本扛着杀猪刀去科举，我的主角胡江山也得了一本修仙秘籍，走向了修仙之路呢。你这个创意倒是新奇，我看可以。真的，你可是连王府世子都赞赏的小说作者，你说好，必然是好的。我胡大山也要出书了。虾兄，我这就去投稿。就去松林书局，告辞告辞。这人是谁？倒有些像你大表哥的性子。哦，之前来府试时认识的一个学子，他运气倒好，4次都是挂着榜尾通过了，也不知道这次运气怎么样。运气好是最难得的了。终于到了放榜的那天，路上偶遇了前情敌王明。如今的虾仁眼里，他和熊楚楚之间再也没有任何误会了。原来江公子也着急呀，我还以为你复试第一个交卷是稳操胜券呢。第一个交卷的就是他，看来这位虾兄是胸有成竹，必是金科榜首了吧？我可从未说过自己能拿榜首，考试之事中或不中都是两说，倒是没想到2位对我如此有信心。何必做口舌之争，拿成绩来见真章。榜首是谁？榜首风水仙江虾仁。榜首是谁？榜首风水仙江虾仁。痛，哪个混蛋掐我屁股？哦，抱歉。虾兄，这回我请你喝酒，可不能再推辞了。好，不过我得先回去给家人报个喜，再去寻你。一言为定，我搬回御馆里住了，你只管来寻我便是。知道了。站住！不知王公子有何指教？这回你得了榜首，很得意吧？我自然是高兴的，但也谈不上得意。秀才也不过是世子的最底层而已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压过了我，你还不得意？王公子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此次院试我从未想过和你比较。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王公子，天下有才之士那么多，我从不敢小瞧任何人。这次只是院试，接下来的乡试是和全省的学子竞争，光盯着一个人又有什么用呢？你已经中了秀才，不知何日再娶？胡说八道！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大丈夫岂有停妻再娶之理？真想不到王公子你是这样的人，江某休与阁下同科。谁是这样的人？我已经知道了你家的事，你家几代单传，你能不要儿子？这是我家的事，就不劳你王大公子费心了。我与楚楚自幼相识，青梅竹马，实在不忍心她受苦。你若是再娶，不如放了她，我愿纳她为妾。你要是再觊觎我娘子，下次就不是一拳那么简单了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我中了榜首，我中了，我是秀才了，从此可以见县令不跪，也可以不服徭役了。你们高不高兴？好，
你爹在天之灵也该欣慰了。我们回去小竹村上坟，热热闹闹的，让你爹也高兴高兴。是要回去一趟，我这就去物色一块地，把爹和爷爷奶奶还有姐姐都接过来。是，这是大事。想到女儿，苏轼突然觉得分宗也不是坏事。要是没分宗，江玉的坟是不能葬在江家祖坟的，又不能让他葬在高家祖坟，如今也能有个安息之地了。院士高中榜首，除了给母亲和娘子报喜，虾仁还特意带着礼物去拜谢王老相公。小子拜谢老大人，若非幸得大人赐书，今可要名落孙山了。大人是我的贵人，小子心里感激不尽，实在是无以言表。不必多谢，总是你自己用功。说起来，你如今也23岁了，可有字了没有？小子父亲去得早，并没有起字，小子后言，还请大人赐字。既如此，老夫就托大了。你名虾，虾者清淡爽口，又易于消化，老幼皆宜。就叫子牙如何？子牙，姜子牙。子牙谢过老大人赐名。能得昔日王阁老亲自赐字，说出去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得羡慕嫉妒的眼珠都红了。你既中了秀才，是可以到府学进学的。我知你已搬到府城，但你最好还是住到府学里，多和同窗们亲近交流，结交一二好友，与你将来仕途亦多有好处。虾仁连连称是。俗话说得好，男人间最牢靠的友谊，一起扛过枪，一起同过窗，一起那个啥嘛。拜谢过王老相公，虾仁还是不得闲。院士发榜之后，官府按照惯例宴请新科秀才，也算给大家一个相互认识的机会。官府设宴是必须要去的。这就是官宅啊，可真好啊！席间，虾仁作为暗手，自然率先代表众人向知府大人敬酒。知府大人看到他，讨教了几句，虾仁自是对答如流。好，子牙见识果然不凡，将来必定前途无量。虾仁听到知府大人唤他的字，就知道自己肯定是借了王老大人的光，才让知府大人如此夸奖自己。多谢大人勉励，小子愧不敢当，将来必定更加努力，不负大人所望。能够让知府大人一口叫出他的字，他的关系必定不同寻常啊！真是人不可貌相。这个江榜首不是据说只是一个农家子弟吗？怎么接二连三的得到贵人赏识？哼，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是什么？是本来你看不起的人，却爬到了你的头上。庆功宴过后，虾仁陆续收到了很多文会和诗会的请帖。人情往来，真是什么时候也回避不了的。你去忙正事要紧，买地迁坟的事，我去找你2个舅舅帮忙。本来这些事，你小孩子也不懂。那此事就交给娘了，要用钱只管说，我来想办法。鹿王阁是横川府内知名的景点，也是文人墨客的圣地。这日，金科院士的第2名包仔饭邀请同科们在鹿王阁赏鹤作诗。包仔饭是动画作者，奈何虾仁是主角，这才让出了榜首之位。虾兄也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今日我们兄弟可要好好喝几杯。你又惦记着喝酒了？今日不是来赏合作诗的吗？就你是正经人，我就是来喝酒的。此等美酒能白嫖，岂不快哉？真是什么都被你说尽了。虾兄能来，真是太好了。在下也想向虾兄多讨教呢。范兄比我年纪大些，就叫我子牙吧。好，子牙这边请。别拦着我，我是真的有事呢。我的小说已经在松林书局过了稿了，还要多谢子牙指点，好好敬他2杯呢。胡兄写的是什么小说？也如府城近日最火的《凡人修仙传》一般的小说吗？胡大山刚通过松林书局的审稿，正是得意之时，就与众人洋洋洒洒地说起了他的扛着杀猪刀去科举。他的书说来还是挺有新意的，将科举和修仙相结合，开创儒修的修炼门派。胡兄的书若是出了，我一定要去买1本，真是太有趣了。说起来，都知道虾兄也写小说，不知道虾兄写的是哪一类？如胡兄的一般，也与修仙相关。无非是见那《凡人修仙传》火了，跟风之作罢了。赵兄，你何必和这种小人得志就背弃宗族、数典忘祖的人坐在一起？在下与这位兄台素不相识，不知这位兄台何以口出恶言？你江家的事，整个风水县都传遍了。你母亲遣人断了女婿人根，这女婿也是个狠人，半夜带着贼寇闯进你家寻仇。你母亲和妻子2个女流之辈在家，不清不白的，也不自尽谢罪，还好意思苟活。而你竟为此叛离家族，如此寡廉鲜耻，竟也还有脸面参与科考，真是我辈之耻辱。说完了吗？说完该我说了。首先，高魁是邪教逆党，于国不忠，待人袭击岳母，此乃不孝；杀死妻子，是为不义。如此不忠不孝、不义之人说的话，岂可当真？其次，高魁与邪教逆党，杀死我亲姐，打伤我母亲和妻子，致使我妻子流产，我家是受害者。我从未听过贼寇打伤良民，只因良民是女子，就该以死谢罪的。这又是哪国律法？若按照阁下的话，女子被男子打伤都要自杀，那还有哪家女眷敢出门？
最后分宗之事自古有之，不知阁下贵姓？莫非天下同姓都与阁下是一宗？这有条有理的回答，不由得让众人都皱眉思索。若是母亲妻子被人迫害，身为人子，人夫不但不出来维护，还与佣人一起落井下石，那才是枉为人哉。好，说得好。虾兄说的是，身为人子，当维护其母；身为人夫，当维护其妻。分宗之事亦是自古有之，实在说不上数典忘祖。那照你所说，你是因为宗族之人逼迫母亲和妻子才脱离宗族，莫非你江家都不是好人？阁下贵姓？免贵姓吴。哦，莫非你吴家都是好人，一个宵小之辈都没有？哼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且看你能得意到几时。真是抱歉，实在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不与范兄相干，这样的人哪里都有，我早料到了。那人名叫吴平，是我们风水县的人，现世时名次在你之前，此次却排在了末端，想是心中不忿。虾兄不必客气，说起来，我本来对虾兄也不太服气，但是虾兄方才那一番话，倒是说到了在下心里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保护妻女，算什么男人？在下坦森，字志林。你家该不会是樵夫吧？这也太多树了。我家倒不是樵夫，不过都是树也不错。我的志向就是桃李满天下。好，这志向远大，当福一大百。娘子瘦了，得买些阿胶燕窝，好好补一补。相公醉了，我们是什么人家，也配吃那些东西？你可千万别乱花钱。娘和老舅相中了一块地，正要和你商议呢，有钱要留着办正事。正事？我这办的就是正事。这一夜也不知道闹了几回。第二天早上，熊楚楚起来的时候，神色就有些恹恹的。娘子多躺一会吧，还早呢。日头都老高了，还睡呢，娘都要起来了。如今是盛夏，太阳出来的早，其实还早呢。我们家就这几口人，就算是迟些也没什么要紧的。人家跟你说正经事儿呢，你又胡说八道了。钱的事，娘子不必担心，我如今是领生了，一年多少也有些钱呢。院士前10名和府学每年岁考前10名称为领生，能获得0米，相当于奖学金。哎，你呀，如今是秀才了，人情往来也需要钱。好比昨日，人家请了你去鹿王阁，你下回不得做东请回别人。若是次次都吃别人的，只进不出，人家就得笑话你小气呢。任何朝代赚钱都难，写小说收入固然可观，可1、2个月才能写完一卷，这马上就要去府学读书了，怕也没那么多时间写小说了。上辈子学的是计算机专业，如今也派不上什么急迫用场啊。相公，我们到了城里，连青菜都要买，样样都是钱。我们妇道人家，别的也不会，不如做些吃的去街上卖。那怎么行？你又没做过买卖，这是要抛头露面的。这有什么？我们这些日子也和左邻右舍熟悉了，邻居家的官娘子夫君也是秀才，每次挑着豆芽去街口卖呢。楚楚的主意不错，我们天天在家闲着都快要闲出病来了，做些小买卖也好。那好吧，买卖的事你们决定吧。对了，我和你老舅相中了一块地，就在府城外的大树头村，30多亩旱地，是个小山坡，我看着还算好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，一起去看看？我们今日去也行，需要多少钱？要25两银子，还算公道。这里是府城，要贵一些。娘说的是25两，也不算贵。我和娘去看看地，娘子在家里看着圆圆，也可以想想要做什么吃食。哪里就这样娇贵了？还打个伞。从前在家里哪天不去地里种菜，如今也没地方种菜了。住城里就这点不好，连青菜也要花钱买。住城里也方便，想吃什么都买得到。就是要花钱呢，样样都是钱啊。慢慢就会好的。儿子如今中了秀才，还是暗手呢，如今又要买地了，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只可惜没有后人，一切都是虚的。如今又和小竹村分了宗，想过继也不成了。以后若是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也只能让圆圆招赘了。榜首嘛，江公子真是好运道，我家凤儿就是运道差了些。如今他说想去白鹿书院读书，说是在那里读书的，没有一个考不中的。我就这一个儿子，他要去求学，我卖田卖地也是要供的。白鹿书院是省内有名的私塾，有海内知名的大儒做山长，但是书院在省城，地方远不说，读书的束修和食宿费也不是一般人家能供得起的。这白鹿书院的名声我也是听说过的，都说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，能够进白鹿书院的，那张兄的学识也是不用说的，此去必定更上一层楼了。承您贵言，承您贵言。因得了虾人的好话，张员外还主动降了1两银子，
24两成交，再加上官府收的税，最终花了27两银子，虾仁才成了这块地的主人。这块地我原本是租给村里人种的，收了这季翻卖，你要继续租出去也行。那户人家也是极老实能干的，从来不拖欠租金的。若是想收回来自己种也行。还是不费那个心思了，继续由那户人家种吧。如今夏季雨水多，我们找个风水先生，挑个黄道吉日就把坟迁了吧，也了却了这桩心事。好，我去找你老舅说，他认识的人最多。等挑好了日子，咱们一家子风风光光的回去。做冰雪冷丸子，你怎么会想到这个主意？先前你不是说城里有卖冰雪冷丸子的吗？卖的可贵了。你又说你懂制冰，我想你既有这诀窍，何不利用起来？这事似乎可行。我如今也是秀才了，做点吃食买卖，就算利润高些，也不用怕被人盯上了。有了这本手艺，说不定我们家能发大财呢。一家子热烈地讨论着，打算先在府学附近摆个摊子。如今还是秋老虎的季节，冷丸子还能卖得出去，一家子说得头头是道。第二天，虾仁很有热情地陪着娘子去药材店买了硝石，这才发现硝石的价格不是一般的贵。这玩意洋人也买，大都通过官府卖到洋人手里了，因此价格不便宜。要不我们换个买卖？凡事不能半途而废，做了再说吧。随后，虾仁成功用硝石制出冰，又用黄豆和蜂蜜做成丸子，合在冰中，成了冰雪冷丸子。当然，蜂蜜的价格也不便宜。然后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出门摆摊了。兄台，这冰雪冷丸子固然稀奇，可要50个钱一个，50个钱我都能吃一顿 KFC 了。那么半天才卖出去几个，再卖不出去就融了。要不我们卖便宜一点？不行，再便宜就亏了。我吃了你家的冰雪冷丸子就吐了，你这冰哪来的？是不是不干净？这位兄台，看你也是读书人，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，冤枉好人啊？我的冷丸子也不只是卖给了你一个人，其他人并没有不舒服啊，你是不是有别的原因呢？我思聪身体向来健壮，冷丸子我也不是没吃过，就是冬日里吃都没吃坏过肚子的，肯定是你的冰有问题。从前没吃坏过肚子，不代表这次不会。我的冰是用凉开水制的，绝对干净。我看你确实不舒服，不如我陪你去一趟医馆，让大夫看看。我错，那人怎么都稀释了？那还是秋天的，哪来的冰？肯定是用什么邪法子的。衙役听到喧哗声赶了过来，人群才略略散开。问明情况后，2名高大的衙役抬着思聪赶去医馆，虾仁也被带着一起去。你们别怕，我去就来。好了，危险不大了。真是中毒了。此人中了砒霜之毒。砒霜是管制药物，买卖进出都是有记录的，尽管查就是。砒霜？那此事是我的私事，冤枉卖冷丸子的这位兄台了。罢了，听你的意思，倒是不愿深查，但是投毒案是恶性案件，此事还得上报知府老爷的。这位兄台，此次闹了你的摊子，对不住了。误会罢了。虾仁不肯收银子，对衙役说了一声，就离开了。这思聪可是城北世家的公子。世家？哪个世家？还能是哪个？是咱们横川府王妃娘娘的娘家。哦，那此事听起来似乎还牵扯到王府哦。夏儿，你可回来了，那个人还好吧？他送医及时，看样子是死不了了。反正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回去吧。哎，花了那么多钱做的，最后就摊成了一碗水。经过这事儿，他们是不敢再做吃食的买卖了。入口的东西难免有风险，这回中毒与他们无关。如果是过敏或吃坏肚子，那麻烦了。哎，我果然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，这算不算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？都说希望越大，失望也就更大。江家3口抱以厚望的创业计划，不到半天就夭折了，还差点惹上人命官司。哎，是我没有想清楚，做吃食买卖本来风险就大，毕竟吃进口里的东西难免出事。今日那思聪还算讲理，若是遇到无赖或是故意碰瓷的，那就麻烦了。哎，小说里的穿越者随随便便一个主意就能挣得盆满钵满，实际哪有那么容易，都是骗人的。哎，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做买卖又亏本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写小说吧。硝石没了，蜂蜜还有一些，自己留着吃吧。我们今后可不做吃食的买卖了。苏轼和熊楚楚都被今天的事吓到了，也不敢再提做买卖的事。为了尽快把损失的钱挣回来，虾仁抓紧时间写小说，争取在府学开学之前多写1卷书，给家里留点家用。这可以换宿舍吗？只有这一间了，剧情需要。
若是你们能找到愿意跟你们换的，亦可。这位兄台，不知你住哪一间房，可否和在下换一换？在下和那位虾兄实在合不来。我们住到学里来，不就是学习如何与人相处，多交1、2好友吗？若是合不来，就不愿同住，那为何不住在家里呢？嘿嘿，真是个二逼，这人一看就不好相处，这不是去碰钉子吗？不如这样，我们把床搬一搬，一人一间房如何？那行吧，我睡外间，你睡里间。好。嘿，这小子似乎也没那么讨厌。我警告你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要是敢出手打我，我就告诉先生。你放心，大家都是斯文人，你不嘴贱，我才不打你。整理好房间之后，虾仁便开始温习功课，直到深夜。虾仁的房里还点着灯，王明看到门缝里透出来的光，犹豫了一下，咬牙继续看书了。到年底的岁考，我一定要扳回一城。王兄可真是勤奋，不像我，昨晚看了一会书就睡着了，都忘了熄灯，白白费了一夜灯油啊！嘿嘿。在府学的第一天，虾仁见到了13级碰瓷公子石思聪。上回的事实在对不住了，是我太冲动了。误会罢了，都已经过去了。虾兄若是不嫌弃，不如我做东，一起吃顿午饭。小事罢了，施公子不必如此客气。方才先生留了题目，我要好好想想。哦，虾兄也真是勤奋。何事？你和石伦很熟？哦，不熟，之前有一些误会罢了。他是去年岁考第1名。哦，你消息倒是灵通。我们两家还算有些来往，我听说他还是王府郡主宜宾的人选呢。这话说着，语气中不乏带着羡慕。虾仁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呵呵，关我暖事。王明见虾仁不感兴趣，自觉没趣，也开始看书了。虾仁瞄了一眼，发现这书似乎有些眼熟。你还看闲书？我家里请的先生说，这本书写得不错，就算不看修仙，也有很多东西可看。比如书里头讲到凡人城池发生瘟疫，如何处置之类的。我们读书人倒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虾仁听着很舒服，两人就着一本《凡人修仙传》讨论起来，关系在无形中也拉近了许多。府试那回，我和族兄说了你的一些事，然后他安排你做了厕所，这事是我不对。罢了，后来你也做了一回。你和三公子关系倒好，让他为你出气。他难道不是为你收拾烂摊子？毕竟你们是同族，使这样不入流的手段，让人看不起。不过三公子确实是个好人。他并不是那么好说话的，大约是你与他投缘吧。你写的是什么小说？也如这《凡人修仙传》一般。哦，差不多吧。两人聊了一会儿，算是基本和好了。到了天黑，王明犹犹豫豫的去澡堂洗澡，然后对着一堆脏衣服愁大苦深的样子。你既那么不习惯，为什么不回去住呢？你都不回去，我凭什么要回去？虾仁不理他，王明非得和自己比，那是自讨苦吃。对于虾仁来说，府学的日子过得还挺舒服的，有不懂的问题可以请教先生。堂书室书籍齐全，食堂的食物也不错，唯一不和谐的就是舍友时不时就对他翻白眼，但是也不要紧，王明比他更难受。每次看他咬牙切齿洗衣服的样子就好笑，不过两个人的关系倒是不知不觉的好了很多。虾仁发现王明人品其实也还好，就是脑子有毛病。到了休沐日，虾仁中午放学后就回家了。府学里可好？吃得饱不饱？课业辛不辛苦？同窗们可还好相处？都好，吃的住的都好。先生们也是极和蔼的，我还结识了好些新朋友。知道你今天回来，娘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了。那府学里想必都是清汤寡水的。娘做的红烧肉最好吃了，说的我都馋了。苏轼一听，乐呵呵的就去厨房端菜了。你一定猜不到我和谁一个宿舍。瞧你这怪模怪样的，到底是谁？是王民。哼，那小子一心想要赢我，我就折腾了他一下。说着，虾仁将自己故意不熄灯的恶作剧说了一遍。你也跟个孩子一样，你这样不浪费灯油？我看到他眼底都青了就高兴。你不知道那个王民，他不习惯在澡堂子洗澡，又不会洗衣服，就连在食堂吃饭都一副难以下咽的样子，还偏要跟我较劲，不肯回家住。看他愁眉苦脸的衰样，真是笑死我了。阿森，你怎么来了？可是家里有什么事？是二姐姐在议亲，我娘让我来打听打听。哪一家？怎么是你来打听？你小孩子家的，知道什么？我才不是小孩子呢，我这不是来找姐夫了吗？媒人说的是县城的谭森，听说也是金科秀才，如今也在府学读书的。
娘还叫我来跟姐夫打听。谭森这个人可还好，倒是巧了，我和他倒说过几次话，算得上点头之交。明日中午放学，我约他出来吃顿饭，你也一起吧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我办事靠谱吧？嘿嘿，这里会不会太简陋了些？我们去临江楼吧，我请客。这里也不错了，我那七弟是实在人，从不讲究这些的。看来家境还是不错的。哟，姐夫，真巧，你和同窗也来这里吃饭啊？熊森还以为虾仁没有把话说破，还想装个偶遇来着，这就是没对剧本的坏处了。我是特意请了谭公子来，你不是说想多结识几个读书人？这位谭公子年纪比你大不了几岁，已经是秀才了，你可得多向别人学习。这少年郎秀眉俊眼，唇红齿白，长得甚是不错。我们进去说话吧。几个人走进小酒家，找了一张靠墙的桌子坐好。谭森就想点菜。今天是我请志林来，怎么能让你请客？你将来要请，还有的是机会呢。接下来就是熊森和谭森两座森林一问一答的时间了。虾仁默默地吃着菜，听谭森老老实实地回答熊森的问题。喜欢看什么书？闲暇时喜欢做些什么？吃完一顿饭，谭森有些忐忑不安地离开了。听说熊家姑娘是个温柔贤雅美貌的，如今看熊森的样子，想来美貌一样是错不了的，就不知道人家对自己的印象怎么样。要不明天再问问虾兄吧。我娘说他家里家境也是不错的，有上百亩良田，几个粮库，就是上头有3个哥哥，也是人丁兴旺。平日里看谭森为人处事都不错，和府学的同窗也相处得好，年纪轻轻的已是秀才，将来也是个有前程的。熊森得了好消息，高高兴兴的赶着回家报信去了。虾仁也带着笑容回到了府学。熊家在和谭家议亲，不错，不过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可别告诉我，你娶不到人家姐姐就想娶人家妹妹啊！不对，我记得你也是成了亲的，你可休想！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自幼出入熊家的，看梦儿就像看自己的妹妹。我是要提醒你，谭森似乎有些不妥。有何不妥？我看他挺好的，端端正正的一个少年郎，读书又好，人缘也好，听说家境也不错，哪里不妥？你也不想想，要是样样都好，能到20岁都不议亲？我听说，我就是听人说的，那个谭森似乎有些龙阳之好。不过读书人这些牙号也不算什么，就看女方是否在意这些了。志林，那个你对分桃断袖怎么看？子英也是同好之人。没有，我没有。看到虾仁的反应，谭森也不是笨人，但是这种事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承认了又怎么样呢？他只是有点读书人的雅号而已，又不是喝花酒，有什么不可说的？正想着，抬起头，却见虾仁已经告辞走远了。看样子这婚事有点悬，得赶紧回去和母亲商议商议。还有这样的事，不过也许我娘觉得这不算什么。月儿回家了，这回好了，你爹爹和爷爷奶奶都在你旁边，你再也不用害怕了。你记不记得，你小的时候，你爹爹最疼你了。娘，我们还有正事，3个外甥找回来了，送回了高家，我有些放心不下，我想过2日去看看。去，你去，三毛还不到3岁呢，这没了娘也不知道怎么样。他们高家一屋子的都是好东西。虾仁见母亲有了精神，陪她烧完纸，看着姐姐的坟，心中也是百感交集。将遇事横死，没有入高家祖坟，此前一直停临在义庄，如今也终于能够入土为安了，总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。第2天，虾仁就出发回小竹村去找3个外甥。他没有告诉母亲的是，大外甥和老3是男孩子，高家2老还养着，老2是女孩子，听说一天要遭3顿毒打。左邻右舍看不下去，便已悄悄给虾仁传了话。若是再不把生女接走，恐怕不是被打死，也要被他高家卖了的。你个丧门星，跟你那死鬼娘一样，败家的玩意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可怜的小女儿才7、8岁，瘦瘦小小的一只坐在地上，连哭声都渐渐小了下去。好孩子，别怕，舅舅来了，舅舅来了。你们姓姜的都不是好人，你娘你姐姐害了我儿，如今你还来做什么？是不是要把我这个老骨头也害死才甘心？我父亲当年见你老氏是个明理之人，才将我姐姐嫁到你高家，如今我姐姐被你儿子活活打死，
你们还容不下这几个孩子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把他们带走，从此和你们高家一刀两断。你要带就把女孩带走，男孩是我们高家的香火，你不能带走。舅舅，你先把妹妹带走吧。奶奶说妹妹长得像娘，要打死她的。我们2个不要紧的。今天单枪匹马的想要带走3个，怕也不现实。现在能够带走1个是1个。你照顾好弟弟，舅舅改日再来看你。这个小姑娘身子虚弱，是长时间饿的，幸好原本养的还好，没有伤到根本，只是身上的外伤要小心，若是发炎了引起高烧，也是有危险的。我从没见过一个小孩子身上有那么多的伤，这是什么人做的？也下得了手，能有多大的仇啊？舅舅，我再也不要回去爷爷家里，求求你不要赶我走，我能干很多活的，烧火、做饭、洗衣服都会的，我吃很少很少的，求求你，不要把我送回去。别怕，舅舅会保护你的，你安心住在舅舅家，外祖母也很爱你的。虾仁没有说谎。苏轼看到和女儿长得极为相似的外孙女，眼泪就刷刷的往下掉，而一声肉一声的哭着，似乎要把对女儿的思念全部倾泻到外孙女身上。高小雪躲在外婆身上小声哭泣着，心里却终于踏实。她在外婆的身上感受到了娘亲的温度，她想娘亲了，那个人当着他们的面一榔头打死了她的娘。小雪乖，如今你娘没了，但还有舅舅和外婆呢，你不用害怕，以后你住在我家，有圆圆的就有你的。你收着，这是100两银子。你如今在府学读书，人情往来也要银子的，自己多留些吧。我如今又写了一部新的小说，叫做《金谷探案传奇》，写的是古今奇案，比原先那本修仙小说的稿费还要高些。我自己留了50两，这些你收着就是。又快过年了，要备些年货，也给家里一人做一身新衣。哦，小雪守着孝，需要买素一些的布。知道，少不了小雪的。就你这个舅舅疼他，我这个舅母就不疼他了吗？他是个可人疼的孩子，我也喜欢他呢。是为夫小人之心了。虾兄，熊家回绝了媒人，我们2家的婚事成不了了。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那个原因？或许是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婚姻之事也是命中注定的。志林，你这样好的人，想必能遇到更合适的。哎，获得好人卡1张。你娘最终还是拒了谭家的亲事。我娘倒是想同意，是妹儿坚决不同意。她说什么不想跟男人抢男人，也不知道哪里学来的这些混话，可把我娘气得够呛。嘿嘿，我看你妹妹说的倒是实在话。你想要是你女儿，你愿意她嫁给这样的男人？呸！你少咒我们圆圆。我就随便比喻一下，那谭家的亲事不成，你爹娘是个什么章程？你觉得那个施思聪怎么样？施思聪？你们可真敢想啊！人家可是王府宜宾的人选。另一边，胡大山最近很郁闷，他刚刚出了一本修仙家科举的神作，没想到就过时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虾仁开了一部新小说，叫什么《金谷探案传奇》。因为小说题材新颖，立刻就打开了新的流量密码。被好奇心和不服输的心情驱使下，他花了5两银子买了3卷回来看。是的，足5两银子。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情打开书，一个个案子曲折离奇，引人入胜。哎，真香！大过年的，本来不好打扰，只是催书的人太多，只好过来请虾公子加快速度，把第4卷写完，稿费好说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大过年的，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写书啊。这悬疑破案的小说难写多了，我也想休息一阵子啊，都快要写秃头了。200两1卷。我写。那个啥，咱就是说，我对银子不感兴趣，我只是爱写小说罢了。头秃算什么？穷都不怕了，还怕死吗？干了！就说嘛，这世界上有什么是银子解决不了的事？100两不行，那就200两。拿到了沉甸甸的100两定金，他们家可以过个好年了。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干不死就往死里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能让母亲和妻女高兴，足矣。年初3，虾仁带着孩子陪着娘子回娘家。从前他来的时候，岳父是不管事的，岳母客套中带着疏离，小舅子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。今年来了，大家都对他笑呵呵的，笑容里带着亲切和真诚。我才不在乎姐夫是秀才还是什么，最难得的是他对姐姐的一份心意。自从他立的那个誓言，他就是我熊森的亲姐夫。你们人来就是了，又带那么多东西做什么？一年到头的也来不了几次，总得尽尽心意。
上回让你问女婿那施思聪的事，女婿怎么说？娘，听家人说，人家施公子是王妃娘娘的堂侄，在和郡主一亲呢。我从王明母亲那里得的消息，说是王老相公的孙子，叫王洛的，也有意做这一兵。王洛是王家二房的公子，也是世子殿下的伴读。听说王爷是主意他呢，施家这回是没戏了，不然我能想到他。娘，我们和施家没什么来往，就是想提亲也找不到人选，这不合适吧？女婿和施家公子不是同窗吗？让他去探探施公子的口风。我听说施思聪的亲娘早逝，如今当家的是他的继母，他父亲又在外地。若是施公子自己同意了，他父母也不会很反对的。金氏也知道自家想和施家结亲，是有些很有些高攀了，但是想想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他家梦人品相貌，就是拿到府城去也是一等一的。回到家里，熊楚楚就和虾仁说起了母亲的主意，倒是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娘她就是心大，你若觉得不妥，就不要去提，省得被人笑话。这件事要想成，是要施思聪点头的。过几天就是元宵节，府城里历来有看灯的传统，大户人家都要在灯楼点灯，施家想必也会去的。到时候我们把梦儿妹妹叫上，想法子让他们见上一面再说吧。你觉得这事能行？不好说，但正如岳母所说，试试也无妨嘛。送了消息回去，元宵节那天，熊森就亲自送着二姐熊妹儿进城。熊妹儿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就是和府城大户人家的小姐比，也不差什么了。元宵佳节是极热闹的，从傍晚开始，街上就陆陆续续的花灯。城楼的灯楼上，大户人家更是早早定了位置，挂出了造型各异的花灯。爹爹，这是什么？舅舅，那个花灯好漂亮，那个兔子的，我喜欢那个兔子的。施公子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里。真巧了，在这里遇到了虾兄，这些是虾兄的家人。施思聪的话正中虾仁下方，虾仁笑着把众人一一介绍给施思聪认识。施思聪的目光从熊妹儿身上掠过，没有停顿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客套的微笑。熊家真的要和施家结亲？你从哪里听的消息？这话可不能乱传，将来若是不成，不是让人笑话吗？我听说施家本来是要给思聪议其他亲事的，但是被思聪拒绝了，然后施家老太太请了你岳母金氏去说话。他们两家向来没有什么来往的，能说什么？自然是亲事了。呵呵，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。说了个寂寞。不过熊家能够和施家结亲，那也高攀太多了，真是万万没想到。说起来，前回思聪被投毒，在横川府大户中流传着好几种猜测，其中最多人说的就是他的继母做的。八卦完，王明又回到书桌前聚精会神的看书了。虾仁瞟了一眼，发现竟然又是自己写的小说。嘿，没想到这小子口口声声看我不顺眼，原来是我的铁粉啊！都快相识了，你还看闲书？你不是想和我一决高下吗？这可不算是闲书，里面的审案方式、律法刑明、官场上下规矩都很值得一看。虽然相事要紧，但也要劳逸结合。你若是想看，我可以借给你。哦，不了，谢谢哈。我父亲说，写这本书的人很是了不起，可能是大理寺或刑部治事的官员，才能接触到那么多卷宗。嘿嘿。乡试又被称为秋闱，大多是在8月，还有小半年时间就要上考场了。府学里的气氛也紧张了起来，秀才们一个个连吃饭的速度都变得风卷残云，再不讲读书人的温文尔雅了。熊家和施家似乎也有了默契，要等这一轮乡试结束再议亲。若是你这一科得中就好了，有一个举人姐夫，对妹儿来说也好些。这婚事能不能成，关键还是要看施家怎么想的。我看那思聪倒是挺有诚意的，他时不时借着同窗之意送一些首饰、胭脂、香粉给我，这是我一个大老爷们用的嘛，用脚后跟想想都知道是送给谁的。施思聪转弯抹角的送，熊妹儿红着脸收，倒有那么一丝少男少女的懵懂情怀在里面，看得虾仁都不由得有几分羡慕。他穿越前跟屏幕前的老铁一样，都是条单身狗。时间过得飞快，桃花谢了，白里透红的桃子结满枝头，终于到了去府城赶考的时间。7月初，虾仁就告别家里，上次只是带着女儿进府城逛逛，家里就发生了惊涛骇浪。这一次去省城，前后要2个月，虾仁实在是不放心。要不然母亲就带着楚楚和孩子们回舅舅家住2个月吧。你舅舅家住的地方也紧张，我们老老小小的去了也不方便。那不然就住到楚楚娘家去。这样也好，我娘家倒是宽敞的。住到亲家去，苏轼心里有些不得劲，但目前看来也没有更好的方法。谁叫自己就这一个儿子，家里剩下的一屋子的女眷呢？要是再出些什么事，就真的不用活了。是家中老婆，总担心我在路上吃不好喝不好，又备了些人丹，以防水土不服。这也是中途了，是关心你呢。
是我母亲留下的老人了。这个母亲自然指的是他的生母。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像思聪这样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大家公子，也有他不如意的地方。虾仁笑了笑，转移了话题，和思聪讨论起学问来。两人就坐在马车上，一问一答的出题测试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很快第一场考试结束了。回到客栈里，遇见了老情敌舍友王明，看上去脸色发青，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你怎么了？这厢室又没有侧号。我腹泻了，真惨。王明的小厮煎完药就把药端了过来。第二天还要考第二场，连去看大夫的时间都没有。但熬到今日了，别说拉肚子，就是拉肠子也是不能放弃的。第二天凌晨，虾仁注意到王明脚步虚浮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出于舍友之意过去问他：“你还好吧？可还坚持得住？死也要死在考场上。”虾仁想劝他又放弃了。别说他们只是泛泛之交，就算是至交好友，前途之事外人也不能多嘴的。哎，保重。乡试和前面的考试不同，要到考试结束，考场才会开门。没到时间，提前交卷了也不能出考场，必须到一个空的屋子里去休息。休息室里，考生不许相互交谈，虾仁只能和王明点了点头，就在另一个角落坐着，有衙役守着他们，就像坐监一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听到结束的敲锣声，算是可以出去了。虾仁看王明已经几乎站不起来了，毫不犹豫地过去扶起他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，搀着他往外走。大恩不言谢。江公子真是与众不同，体魄真好。劳烦老哥过来接我。不敢当，江公子你可真客气。正说着，思聪也走了出来，众人一起回了客栈。王明这回实在撑不住了，他的仆从直接把他送去了医馆。虾仁同样也累了，很快埋头就睡。还有下一场考试呢，仿佛才刚刚睡着，就到了第二天。尽管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叫嚣着不想起床，但虾仁不敢拖延，用冷水洗了把脸，吃过早饭就和思聪出门。虾仁本以为这回不会再遇到王明了，没想到往人群里搜寻了一番，又在横川府考生的队伍后面看到了他。哎，这家伙真是不要命了。3场考试历经9天，终于结束的那天，能够站着走出考场已经算很不错了。有些考生就是直接横着出去的，横着出去的还有虾仁的舍友王明。王明的小厮几乎是哭着把自家公子扛走的。虾仁出于同窗之意，和思聪等人一起把他送了去医馆。这位公子腹泻的厉害，失水过多，偏偏又劳神过度，内虚外耗，恐怕不大好啊。我们就住在城北客栈，若有什么需要的就来找我们，我们先回去歇息了。江公子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。乡试通常会在半个月内放榜，这些日子考生们就在省城等着考试结果。这些读书人在省城各处游玩，举办文会诗会。虾仁作为上一科横川府院士的暗手，也收到了不少帖子。这些人成绩还没出呢，就潇洒了。不过有了这么些人，古城的花娘们可以好好发一笔财了。也说不定有风尘奇女子看上哪个穷书生，自愿出资供书生读书，然后自赎自身，委身书生做妾。书生一路高中，又娶了高官家的小姐，贤妻美妾，齐齐把家还。话本里都是这么写的。我家公子没了。什么？王敏死了？虾仁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笑容凝固在了脸上，和思聪面面相觑，猛地回过神来，跟着小厮往医馆跑。不管怎么说，王明都是他的舍友，虽然两人相处时间不长，说不上感情深厚，但熊家和王家又是通家之好。王明死在这里，他怎么也得去帮衬一二。哎，好好的一个人，来考试之前都还能和我斗嘴，没想到只是一场考试，这说没就没了，值得吗？虾仁心凉凉的，深刻感受到了科举考试的残酷。直到把王明的棺材送出城，虾仁还有种不真实的恍惚感。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阿明的儿子才2岁呢，他这么一去了，留下孤儿寡母的可怎么办呢？他爹娘还在呢，总能养大一个孙子。再说他家好歹姓王，再差也不会饿死。众人议论感慨着，虾仁没有说话。生命之脆弱再次给他敲了一个警钟，他必须保重自己的小命。一旦他死了，家里的处境只会比王明的更差。因为和王明感情不是很深厚，除了唏嘘之外，虾仁也没有太伤心。又过了2日，终于到了放榜之日。大小姐驾到，偷偷闪开！这绑下捉婿的风俗历来有之，谁抢到算谁的。你说你有了婚约，不知是哪家姑娘，叫她来与我一决高下。乡试喜报，平南府陆吉生老爷高中。我中了，我中了，有劳报喜。又过了好一会，终于又来了一个报喜差，这回的喜报却有些折扣。得中的是谭森，可惜中的却是副榜。
副榜不是举人，不能参加来年的会试。副榜若是副榜，除非放弃这次考试的名次，重新参加乡试，否则永远没机会获得进士功名了。谭兄，你想开点，有些人想中还中不了呢。这次能登副榜，下哥再考一次，肯定能过的。谭兄，你还年轻，不着急。乡试喜报，横川府师思聪老爷登贵榜第69名。咦，我中了，我可以娶媳妇了。乡试喜报，横川府江虾仁老爷登贵榜第65名。我中了，我中了。子牙，醒醒！子牙是谁？哦，是了，子牙是我。虾仁终于回过神来，爽快地掏出早已备好的赏银，打赏了报喜官差。接下来谁中谁不中和虾仁的关系就不大了，他甚至连谁是乡试谢元都不太关心，满心只想着赶回家分享这个好消息。胡兄，你也在这里？哎，恭喜虾兄，高中贵榜65名。哎，考试的事情说不准的，胡兄再接再厉，下回一定能中的。承虾兄贵言，不瞒虾兄说，我现在悔恨的很，就不该花精力写什么小说，钱没挣到几个，平白耽误了读书的时间。此番是无颜见江东父老了。可是横川府师思聪，来人，带他回去成亲。虾仁和思聪还没反应过来，5、6个孔武有力的护卫已经围了过来。喂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男？我是元岭南总兵徐长河，相中了你做女婿，且随我回去吧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绑架捉婿？我定亲了，你是将军也不能强抢民男，子牙救我。定亲那也无妨，谁敢和我们徐家抢女婿？徐老爷这样不妥吧？师公子是定了亲的人，就算定亲了，还没成亲就无妨。我家公子是横川王妃的侄子，你们不能带他走。抢的就是姓施的，把他带回去。喂！这徐家是武将世家，几个儿子都在朝为官，传说南徐北岑、岭南将军都出自他家。他家还有一个小女儿，就是性情彪悍些也不要紧。你不看周围的人都羡慕着，这门亲是不差的。可是思聪明显不愿意啊！再说了，他要是在我眼皮底下被抢走了，我回去还怎么和岳父岳母交代？不是还有我吗？你个双性恋，少打我小姨子的主意！大小姐驾到，通通闪开！这绑架捉婿的风俗历来有之，谁抢到算谁的。你说你有了婚约，不知是哪家姑娘，叫她来与我一决高下。我的亲事只有家中祖母做主，不能外人谁抢走算谁的。那这世道可不是乱了套。姑娘如此家世品貌，何患无夫？哼！今日若是让你走出了这个门，我们徐家岂不是要遭人取笑？乖女儿说的是，谁抢到就是谁的，谁要不服气，来找我们打一架便是。你们就是压着我拜堂，这门亲事我也是不认的。我已有了未婚妻，再娶他人，岂不是成了背信弃义之人？我听说徐家在军中势力不小，难道你们是要肇事欺人？说着，思聪给虾仁使了个眼色，让他去搬救兵。沙少爷，巡抚大人是我们老爷的旧识，我们不如去请他老人家帮忙。哦，原来是施家的贤侄啊！虾仁听见大人询问，连忙自报家门，然后把思聪被徐家抢走的事说了一遍。老徐还是这样性气，他家原是武将出身，脾气是暴了些，说起来也是一桩家缘。不知施家贤侄定亲的是哪家姑娘，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？当着巡抚大人的面，自然不能撒谎。虾仁只得将思聪准备给熊家提亲的事说了一遍。那就是还未定亲了。如此说来，岂不是天意？待我修书一封，保了这个媒，想必施大人也是乐见其成的。虾仁愣住了，他实在没想到事情还能这样神转折，都已经是他板上钉钉的连金了，居然还能被人抢走。我瞅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官官相护吗？我家里和徐家换了更帖，定下了婚书。哎，有缘无分罢了，师兄也不必放在心上。事已至此，和思聪翻脸也是于事无补，更别说施家和熊家本来只是有默契，连口头约定都谈不上，自然更说不上悔婚二字。我的儿啊，你可回来了！举人老爷回来了，亲家你也该高兴些才是，赶紧回去准备着，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都要来祝贺呢。亲家说的是，我们这就回去准备着。仲举可不比仲秀才，仲举才算是真正打入统治阶层，府城里即使是不认识的举人，也会派人来给他送礼，算是正式接纳他成为举人老爷的一员。家里的确是有几天好忙碌的。
怎么好端端的，思聪又和什么省城徐家定了亲？我娘知道了，气得脸都青了。虾仁叹息着，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，只是我娘想再找一个像施公子这样的女婿就难了。两个人默默地对视了一会，都是叹了口气。对了，前些日子我爹带着阿森去了王家吊丧，王民的爹娘和妻子哭得跟泪人一般。哎，若是我，只怕也会带病考试，毕竟都到了这一步了，不考一考怎么也不甘心。再说了，我家还不如他家呢，去一趟省城，考试花销那么大，总不能白白去一趟。呸呸呸，不许胡说，就是白跑一趟又怎么样？你总得为家里妻儿老小多考虑些。明年会试是在2、3月，京城可冷得很呢。你听我的，无论如何，保重自身是最要紧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娘子，我怎么舍得抛下你们呢？嘿嘿。10月的第一天，横川王薨逝，城中各家纷纷挂出白灯笼，表示祭奠。哎，这少年丧父的，就算是世子，怕是也不好受吧？仙人扶我顶，授我以长生。我父王修道多年，为什么就不能长生呢？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世子，有那么多人纪念先王，他就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，这也是一种长生啊。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吗？再过3、5年，还有谁会记得？亲者或于碑，他人亦已歌。殿下将来不坠先王贤名，别人提起殿下就会提到先王教导有方，将来青史留名，即使千百年后，人们仍会记得先王和殿下的。从王府离开后，虾仁也开始筹备去京城赶考的事。此次进京千山万里，虾仁心想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去，也好带着娘子去京城求医。不成的，我们老小会耽误你的行程，你带着楚楚去就是。我和几个孩子在家，叫你老舅家的表哥阿伟过来住段时间。他如今也在读书，正好府城读书人多，邻居正相公是秀才，也方便向他请教。熊楚楚不在家，苏轼和苏磊是亲姑侄，就不需要避讳什么了。虾仁想着这样也合理，就点头答应了。我还要去高家村一趟，看一下2个外甥。去，一定要去，你和你表哥一起去。前番你说大毛、三毛是你们高家的血脉，不让我带走，如今你们自顾不暇，还要养着他们吗？养，自然得养。虾仁现在是举人老爷了，2个孩子给他养，不比跟着我们要好。走走走，走吧，冤孽呀，都是冤孽。把2个外甥接回家，虾仁也了却一桩心事，便开始安排进京赶考的事。本来虾仁想和思聪一起去，但是思聪决定这一刻不考。我这次乡试名次太靠后，先生说还是底子不够扎实，不如静心读3年再考，有把握些。这一来一回几个月的，没得浪费时日。虾兄若是不急，不如也好好再读3年书，再考不迟。我家分了宗，如今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必须尽快立起来，不能一年一年的读下去了，实在是时间不等人啊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思聪也知道虾仁的家庭情况，只能叹了口气，祝他好运。正如思聪所说，自己经科考中的希望渺茫，但是作为一个从后世穿越来的人士，实战经验也是很重要的。我看你的文章火候是够了的。荆轲乡试排名靠后，也不全是你的学识就比排名靠前的人差，而是文章不合考官喜好罢了。我给你写一封信，你进京后去国子监祭酒记明大人处拜访，请他指点1、2。老大人大恩大德，子牙无以为报，唯有铭记于心。飒飒秋风，和家人依依惜别后，虾仁便带着娘子和几个同乡会合，在一个宜出行的黄道吉日里，踏上了北上的官道。子牙与弟妹真是伉俪情甚，甚好甚好。是我家娘子身体有恙，我带她去京城求医。失言，失言。虾兄，抱歉。无妨，不知者不罪。会试通常是2、3月，越往北走，天气越冷，一场场寒流袭来，天地间都是一片白雪皑皑，如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。看起来虽然美，
但对于行路的人来说就不太友好了。如此艰难跋涉的，他们在途中的一个客栈中已经困了好几日了。几位客官，雪天支流的客人多，我们只剩2间房了，你们那么多人，安顿不下啊。出家人能有个地方遮挡风雪就好了，我们不讲究的，就2间房吧。这女子似乎哪里见过，算了。第二天一路上都没有再遇到那和尚一行人。到了京城安顿下来之后，包仔饭就去拜访了在京城的粉丝，虾仁便带着王老相公的信去拜访了国子监祭酒纪大人。记名大人问了虾仁好几个刁钻的题目，断句拼接的比之前相似的题目还要坑爹，倒是把虾仁难住了。我超没见过这样牛头不对马嘴出题的，或许科举考试就是这样灭绝人性的吧。学生学艺不精，你的基础还是扎实的，只是这应试方面还要加强。你可不知道出题的人会怎么出，这会时间也不早了，就留下吃晚饭吧。多谢大人好意，但家中有娘子在等候，初来乍到的恐怕她在家中不便，学生还是早些回去为好。随后虾仁趁机把带娘子进京寻医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季明一开始听说虾仁进京赶考还带着娘子，还有些不悦，但听虾仁毫不忌讳地说了前因后果，对虾仁倒有些刮目相看了。没想到你这个小伙子倒是个如此有情有义的人。是了，怪不得王老相公青睐你，我倒有些相熟的御医，稍后我让人带你去请吧。另外，我这里也有些近年来会试的真题和优秀答卷，你拿回去好好研读一番。虾仁喜气盈盈的，一居到底，感激涕零。如果是府试、院试的小路还能在府城买到，那么乡试、会试的真题和答卷就不是一般人能弄到的了。无论问谁要，都是欠下别人的大人情。出了季府，虾仁就和一个小厮一起去请一位姓乔的御医。看到虾仁带着御医回来，还有国子监祭酒府里的下人跟着，包仔饭也是吓了一跳。乔御医好脉息，就是皇后娘娘，也是他看的。若说京城妇科名医，首推就是他了。子牙可真是交友广阔，连国子监祭酒大人和御医都识的，实在是令为凶悍言啊！也是托了王老大人的福。对了，包仔饭，这是近几科会试的真题和优秀答卷，我们一起学习学习吧。子牙，你真的，我哭死！这位娘子的身体。我在风里想你，风却找不到你讯息。你说心动会过期，感情却没有新日期。这位娘子是伤了身子，所幸幼年时养得好，再加上那回胎儿并不是很大，之后也养得很好，如今身体大体上已经恢复了，只有子宫的损伤还要进一步调理。子嗣之事，尽人事，听天命，不可强求。多谢大夫，多谢大夫。话虽说的不肯定，但是大夫说话都是这样的，哪有大夫给打包票的？就算是现代也是如此的。熊楚楚热泪盈眶，已经喜极而泣了。在这寒冷的冬日，他终于感受到了一缕温暖的阳光，仿佛置身于春暖花开的花海之中，眼中重新燃起了对新生命的希望。乔御医神情淡定，给了虾仁药方。虾仁接过药方一看，都是些很普通的药材，并不是什么人参、鹿茸之类的，这又是名医与普通大夫的不同之处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虾仁和包仔饭就日日宅在院子里，头悬梁、锥刺股的进行考前冲刺。熊楚楚心疼虾仁，便招法的炖汤炖肉给他补身子，连带包仔饭都沾了光，吃得红光满面。这没多少日子，虾仁就发现自己又胖了。我吵，万一胖了被考官质疑不是本人怎么办？你又做什么妖？娘子，你没看到吗？我秃顶了，我秃了。哎，还真是呢。不过圆圆都7岁了，你以为自己还是年轻小伙子不成？你们读书人说30而立，你过几年也该蓄须了。想到自己再过几年就会变成一个中年秃顶的胖子，还留着2撇8字胡，虾仁整个人都不好了。第二天看到包仔饭茂盛的头发，虾仁尤其羡慕。范哥，那什么，你有什么治秃顶的方子没有？我听人说这都是天生的，家父就是头发浓密，要不你试试吃芝麻糊？不过虾兄，你看别的虾仁都秃头的，你也不例外，这有什么关系吗？熊楚楚每天喝药，在药香的环绕下，虾仁埋头苦读，一转眼就到了除夕。出门在外是没有那么多讲究了，
但过年还是要庆祝一下的，几个人就买了一些菜，打了个火锅，热腾腾的吃了一顿年夜饭。来，夏兄，喝了这一杯，我们都考个好成绩。金榜题名，包的。到了年初6，虾仁又去给记明大人送礼，还厚着脸皮带着自己的文章一起去，请求记明大人指教。这解答题你做的比以前好多了，这是悟了，很有几分王老相公的意味，我看火候是够了。记明大人细心地指出了一些不足的地方，其中就有他作为穿越人士的毛病，对策的时候总是引用后世总结的成功经验，有些措施在此时并不适用。一直到又是半个时辰，管事的进来请示，说是承恩公府世子来了，世子是皇后娘娘的亲弟弟，也是记明大人的女婿。听说人家女婿来了，虾仁连忙识趣告辞，记明也没有挽留，和煦地勉励了他几句。在他看来，虾仁这一颗能不能中其实是无武之术，如今不过是看在王老相公的面子上结个善缘，此时他还不知道跟江家的缘分会有多深。与此同时，此刻的皇宫内，若不是大办，朕还不知道民间还有这样精彩的小说，哈哈，这陈凡总算是飞升上界了。这小说在南边流行起来的，老奴去查过，是横川府一个世子写的，外头的人不知道，都说是哪家道观的老道士写的呢。修道之人哪里会去写小说？这小说虽说披着修仙的外衣，其实还是那一套，农家子机缘巧合获得机缘，一路扶摇直上罢了。不过这修仙界写的倒是有新意。陛下圣明。横川府吗？虽说横川王是得了风寒不治去世的，不过据探子得来的消息，其实是服用丹药暴毙的，也不知和这小说有没有关系。此刻正在埋头苦读的虾仁还不知道，好大一口锅砸在了他的头上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一转眼就到了会试之期。到了这一日，虾仁等人住的又稍远，半夜就爬起来准备出发去考场。娘子再回去睡觉吧，不要担心，这3日里小心门户，安心等我回来。相公，务必以身体为要。我知道了，娘子回去吧。哎，我说这考个试检查就检查吧，还得光溜溜的，还被人看光了，真是的。真冷。你知道那个首府大人吗？当年我给他检查的，他有口臭哦。还好我没有口臭。还有人在菊花藏小抄的，这也要检查？这万一谁不小心放了个屁，那多尴尬啊！对不起，自然反应。行了，你进去吧。以后考引上加上一条前额秃发，更容易辨识。虾仁悲痛欲绝，心里想着没有以后了，他这次一定会过的。第一场考完，回到暂住的小院里，熊楚楚已经烧好了热水，水里还放了一些舒筋活络的药材。虾仁整个人泡在温热的水里，舒缓着好几天的疲惫。趁热吃，垫肚子吧。辛苦娘子呢，天还黑着，娘子快去歇着吧，我吃完就出发了。我看着你吃。烛光昏黄，一世静谧。虽然是大考在即，虾仁的心却很踏实，大概这就是爱的力量吧。第2场考试很快就开始了，这是一场又是制、告、表这些公文写作。一阵寒风吹过，虾仁打了个喷嚏，却觉得头有点晕。糟糕，发烧了！事到如今，就算死也要死在考场上。总是找不到你讯息，你说心动会过期，感情却没有新日期。你怎么来了？天寒地冻又下雨的，着凉了怎么办？相公，虾仁的呢？回陛下，此人文采一般，才能平平。什么时辰了？还早呢。我这就去拿吃的来。我再眯一会儿，时辰到了你就叫我。相公，你别去考了吧。不行，已经考过2场了，怎么可能第3场不去考？再说我感觉前2场考得不错，这一次考中的把握很大。我们下次再考也行。你要是有什么不妥，我回去怎么和娘交代？
我只是感冒而已，不是什么大事，不要太担心。我是一定要去的，你先让我歇会。看到虾仁实在疲惫，熊楚楚也不敢再劝，只能看着他继续睡过去。熊楚楚本打算不叫醒虾仁，错过就错过了，没成想虾仁自己就醒了。在熊楚楚担忧的目光中，虾仁还是坚定地出了门。门外黑漆漆的一片，王明之死还历历在目。虾仁又要抱病考试，实在令人担忧。但是前程的事，谁也不能替别人做主。第3场考试结束，虾仁心里七上八下的。最后一场考的是策论。虾仁一直以来研读四书五经，对于国家财政什么的，实在了解的不多。白首为公民，好守穷经，全白费了，全白费了。又一个疯了，回去再说吧。这最后这一场策论，实在是我简直不知该怎么答才好，只能谨守中庸之道，不说谁优谁劣。我倒是说了商业的好话，也不知中不中考官心意。尽人事，听天命罢了。考完了试，再说什么也没用了。虾仁就决定带着娘子好好逛一逛这京城。要不娘子也去挑几样首饰吧，难得来京城一趟，也瞧瞧贵人的穿戴是什么样的。如今我们2人都要吃药，回城又还要路费，还是省着些吧。不缺这一点。再说了，买首饰也不算是浪费，实在没钱了，首饰也是可以变卖的呢。我就是想把我的小娘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这只金钗要多少银子？公子好眼光，这是我们福宝阁最好的大师画的图样，全天下都没有第二只，只要10两金子。10两金子。虾仁的笑容凝固在了脸上。穷人逛什么奢侈品店？这下尴尬了。2人尽可能装作还要再看看的样子，然后趁着店家招待其他客人的时候，一溜烟跑了。以后再不去那家店了，丢人死了。没事，将来我们有钱了，再风风光光的进去，想买哪样就买哪样。最后虾仁带着熊楚楚在拐角一家小店买了一朵珠花。这珠花和娘子真搭，比那华丽的金钗还好看。嘿嘿，哼，我这样的人也就只配戴这样的珠花罢了。这女人别扭起来就是容易胡思乱想。你明知我不是这个意思吗？会试捷报，贺贵府虾仁老爷会试新榜第300名。荆轲会试总共取300名，这第300名就是孙山了。没有煲仔饭的？还没有，或许还没出吧。娘子，我中了。是不是孙山？虾仁都不在乎了，他只知道他中了，可以当官了，从此可以改换门庭，成为官宦人家了。一等就是等到天黑，报喜全部结束，也没有等到报喜差过来。煲仔饭枯坐在石凳上，脸上最后一丝表情也没有了，宛如一尊石像。第二天，他红着眼睛对虾仁说：“他不考了，他要以举人之身选官。理论上，举人是可以选官的，但是全国有很多举人，却没多少空缺的官职。但煲仔饭毕竟是作者，至少在上头有人，这方面是不用担忧的。”范哥想好了，你也只考了1次会试而已，一回不中，下回再考也是一样的。我在考试上始终缺了运道，不怕你笑话。我7岁能作诗，10岁能写文章，府城里的人都说我是天才，将来必定攀蝉蛇贵，全家人都捧着我，我也一直很自得。我考秀才就考了那么多科，这2年才一鼓作气，连连中了秀才和举人。再考下去，我没有勇气了。下一科，我儿子都可以上场了。这些年因为我屡试不第，那些曾经的夸奖都成了嘲笑，连累谦儿都抬不起头来。我还是选个官，把养家的责任承担起来。煲仔饭既已做了决定，就去找作者改剧本了。虾仁就留在家里为最后的殿试冲刺。4月21日，殿试开始。殿试在皇宫内的金銮殿举行，由皇帝担任主考官。新出炉的进士们就会成为皇帝的学生，被称为天子门生。皇帝坐在上头，看着一颗颗的脑袋，心思却飘远了。大太监裘良又给他带了一本小说《探案传奇》，这一个个曲折离奇、勾人心弦的故事，看得他欲罢不能，连后宫都去得少了。这刚看了一半，心里痒痒的，只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，凶手是谁。当然，科举取士是国之大事，他要是赶不来，那些老家伙又得喷他。算了，好好的做一天吧。不过听说写《凡人修仙传》和《探案传奇》的那个考生叫什么来着？虾仁似乎也参加了这科考试。哦，这小子还挺大胆的，不愧是能写出精彩小说的作者。回到家里，
虾仁对熊楚楚说起了今天的奇遇。反正我是个孙山，最差就是个同进士，也不会再坏了，还不如搏上一搏。要是能借皇帝陛下的光，中个2榜进士，就赚大发了。你也是傻大胆，若是陛下怒了，令军士把你插出去，不仅功名没了，若是打一顿，只怕连命都没了。再也不敢了，当时也是鬼使神差的，没想那么多，幸好陛下还挺温和的，长得有点像横川王。现在说的横川王指的是萧诺，萧家的人都有一双丹凤眼，可谓龙眉凤目。但虾仁觉得皇帝年纪虽比萧诺大，但不知为何论威严气场，竟然比不上萧诺。至少在萧诺面前，他一直是战战兢兢的，就像面对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头沉默的老虎。反观皇帝，似乎挺不错的样子。虾仁的呢？回陛下，此人文采一般，才能平平。陛下，您看中的那个虾仁，此人才学无法进前10。怎么就才能平平了？朕看过他的文章，圣明天子当何为，都写得很好。至于文采，那首《沁园春》你写得出。如此，排进2榜也罢。朕看他文章才华，当得传卢之位。传卢就是第4名，看皇帝已经黑脸了，好在不是前3甲，也算给他们留了面子了。但是这么一来，几位阁臣都对虾仁的印象差了。此人如此顺势投机，以后进入官场，怕又是一个佞幸之臣，拱着陛下不务正业啊！虾仁此时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迎来了一个大转折。上了快车道，煲仔饭也有了结果。浙江省下属县令，江南富饶之地的县令可是个肥缺，一般是轮不到他一个举人的，就是进士都得争破头。但他是作者呀，得知了煲仔饭谋得的空缺，虾仁羡慕的眼睛都红了。陛下旨意，宣虾仁进宫。哎，虾兄，看样子你是进了前10，陛下在等着你呢。虾仁回过神来，连忙换了一套新衣，跟着侍卫和太监进宫去了。面圣的过程倒简单，皇帝问了他们10人一些话，并不是4书5经、诗词歌赋这些，而是家乡何处、风俗民情、人生理想之类。虾仁也打点着精神回答了问题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。他自报家门之后，两旁的副考官都不约而同地瞪了他一眼。最后皇帝点了前3甲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没有自己的份。虾仁反而奇异地松了口气，真要是前3甲，他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皇帝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了。从皇宫里出来，记名大人的下人已经候在了宫门外。虾公子，我们老爷有请。虽然那首《沁园春》还不错，但策论只能算中规中矩。这样的答卷，就是8位副考官同时昏了头，也不可能进入前10啊。学生属实也不明白啊。不管虾仁怎么考中的前10，反正他就是考上了。季明叹了口气，也不追问了。总归不是同进士，也不算丢了王老相公外门弟子的份。又过了2日，所有新考取的进士穿着礼部送来的进士服，与朝中勋贵大臣一起进金銮殿分列左右。宫听礼部官员宣读进士的姓名、名次。承德17年戊戌科殿试2甲第1名下人。什么2甲第1？传卢之位？穿越过来3年了，日夜苦读不辍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虾仁的眼睛有些湿润，强抑着内心的激动，微微颤抖地上前觐见。这就是人生巅峰了。虾仁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做出宠辱不惊的样子，实际上手心后背都是汗。金殿传卢之后，就是天官夸街，众进士簪着花，在前3甲的带领下跨马游街。虾仁是传卢，就排在第4位，前3位都是30多岁，他在前10里面都算年轻的，实在可以夸一句年少有为。第4名是我丈夫，第4名是我丈夫。恭喜恭喜，这位小娘子真有福气，将来可是前途无量啊。今日主人是新科进士，朕是陪客，尔等皆通过朝廷选试，以后当为国之栋梁。望你们无论身处何职，都能为民请命，为国效忠。吾等必不负陛下所望。哦，对了，虾仁，你那《金谷探传奇》第5卷什么时候出？原来这个虾仁就是那本火热京城的小说作者。回禀陛下，因为要进京赶考，不知归期，我和书局的契书签的就是4卷，第5卷还没写呢。哦，下面没了。有，下面绝对有。虾仁下身一凉，点头如小鸡啄米。陛下，在我心里，您就是古往今来最英明的皇帝。陛下最英明的就是看人的眼光，不然我也做不了这传卢。
陛下，我心里对您的崇拜，正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，又如大河泛滥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无论什么东西，您说有就有，没有也有。马屁精还是个厚脸皮的马屁精，小说写得好又怎样？会填词怎么样？宁臣还是宁臣？好，说得好。那首《沁园春》是你自己写的吗？回禀陛下，臣曾经在一本旧书上看过前朝君主陈重光的事迹，里头有这首词，据说是陈重光从别处看来的，印象深刻，考试时便引用了。那这个修仙界的事，你是从何处听来？这些修仙等级的事，可是真有其事？都是胡扯的。那你还挺会胡扯的。听说横川王还召见过你，询问修仙之事。是的，当今横川王还是世子的时候，与臣讨论过修仙之事。不过臣也告诉过他，小说都是虚构的。你对长生怎么看？陛下，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哦，你倒是老实。娘子，我高兴啊！陛下说了，让我安心在家写小说，不用跑官，他有安排。嘿嘿，你说我这是不是走后门？陛下真是个大好人，你以后可要忠君爱国，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。我知道。进士的任命还有2个月才出来，我已跟陛下报备了，回去接母亲和孩子过来，反正不会误了写小说的事。来的时候就颠簸近1个月，这2个月的时间会不会太赶了？我们这回走水路，乘船南下，到了杭城，坐大船走长江回去，会比陆路快。陛下或许也知道我囊中羞涩，赏赐了我整整20锭金子，真是太贴心了。娘子，还记得福宝阁那只镶宝石的金钗吗？我们去买了它，趾高气扬的去。你可别了吧，一副暴发户的样子。嘿嘿，我高兴嘛。陈州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来的时候正赶上冰天雪地的冬日，一行人虽然有马车，有下人服侍，还是挺狼狈的。但是如今却是春暖花开，万物复苏，走水路也有不好的地方。熊楚楚似乎是晕船，从上船开始就晕乎乎的，还吐得厉害。本以为过些时日适应了就好了，谁知熊楚楚越发吐得昏天黑地的，连吃东西都吃不下了。下人看着不妥，在下一个靠岸的码头去请了一个大夫回来。尊夫人有孕了，只是日子尚浅，尊夫人孕香又不大好，务必万万小心。嘿嘿。雨滴拥抱的海才不会干枯，而你就是我唯一的救赎。人要会相遇，长风上日暮，你是我不曾忘记的分寸。我向人间皆朝暮，只为给你写一封情书，千字篇如故。我俩的相遇，长风上日暮，你是梦的花盛开在沿途。我从未停下脚步，只是把笔锋往来一步，没人不